系统没有金属突然就把你拉到一个规则世界里，你能有多大几率能活下？这晚凌晨12点，猫仔正在剪辑视频，忽然收到一条不知名链接，内容似乎是部电影，屏幕左脚写着“死亡剧组”。最后一名玩家到了，这是哪呀？我这是怎么了？卧槽！猫仔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正处于一辆公交车内。他发誓，他从没有见过这些人。不过没等猫仔有什么反应，原本平日的公交车也开始启动。诡异的是，在司机的位置上空无一人。出发喽！这些科学都无法解释的现象，猫仔怀疑自己根本就是在做梦。对，做梦，我肯定是在做梦。淡定，淡定，只要梦醒了就好了。然而，一道声线清冷的男声再次令猫仔陷入了疑惑。这一切都是真的？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热情啊！可惜新人永远都只会拖你后腿，我赌他走不过这一轮。小子，这里是死亡之境，恭喜你成为了死亡之境的新玩家。死亡之境，恶作剧？是啊，不过这是一个要命的恶作剧。新人，你可要小心了，一旦在死亡之境死亡，你在现实世界的生命也将被抹除。我想你应该需要一个指路人。听后，猫仔上下扫了扫白色西装男，随后走到旁边冷酷小哥身旁坐下，似乎有点明白怎么回事了。我应该是被拉进某个异世界，但具体需要怎么做，还是要找个人问问才行。我叫猫仔，请问兄弟怎么称呼？简凡。兄弟，死亡之境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死亡之境是什么，你只需要遵守它的规则，在每一个死亡游戏中存活下来，攒够足够的积分，回到现实世界。积分？猫仔不解，他怎么没这玩意？难道这什么狗屁死亡之境还搞区别待遇？通过第一关才能触发积分设定。哦，原来是这样。那兄弟，闭嘴！简凡冷漠打断，警告似的瞥了猫仔一眼后，便闭上眼假寐。猫仔也没继续追问下去。虽然一切充满了不科学性，但这可是法治社会，我不信还能整出什么事来。其来之，则安之。猫仔还是在简凡的叫醒下才下的车。你是我见过心态最好的新人，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个好心态。这谁啊？夏泽金是我们这群人中积分最高的人。说完，简凡也走到了一边，而此时猫仔也逐渐清晰起来，这群人加他一共是12个人，这2个应该是情侣，还围绕着4个男人，显然他们6个人互相认识，另外这4个似乎是独立个体，但又似乎有牵连，2对之前离得不近不远。好家伙，这样看来我是不是被孤立了呀？不，应该是我们俩被孤立了呀。你们可算是来了，赶紧的跟我来，一堆事要忙呢。那走吧。简凡兄弟，这什么情况？玩过游戏吗？你可以把它当做发放任务的 NPC。是这样啊。不一会，他们被带到了一个剧组，外面立了块牌子。猫仔看到上面的内容，蹙了蹙眉，有些意外，但似乎又在意料之中。我是剧组的剧务，你们喊我老王就行。有什么事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桌上是你们的身份牌，时间紧张，大家伙赶紧动起来吧。桌上放了一些牌子，上面写了一些职位、演员、摄影、场工等等。夏泽清率先走上前，看似随意的拿了一张牌子，很快就浮现出了他的身份信息。猫仔特意留意了一眼，简凡选择了演员，选择完毕之后，就有人带他去了化妆间。到自己的时候，桌子上只剩下了一张写着场工职位的牌子。眼下什么情况还不是很清楚，还是先过去看看场工需要做些什么吧。没有精神之突然就把你拉到一个规则世界里，你能有多大几率活下？哎，累死个人了，休息一会。搬了一会道具的猫仔见一直没有什么变故发生，也渐渐放松下来。想到夏泽清先前在公交车上说的话，是啊，不过这是一个要命的恶作剧。果然是想故意吓人的嘛，令人不喜的恶趣味。擦了擦头上的汗，猫仔是现在片场扫货，大伙都在各自忙碌，有原来的片场员工，还有和他一样的玩家。忽然，他注意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孔，正朝着他来。先前站在夏泽清附近的那个胖子吗？没想到看着挺笨重的一个人，跑得倒是挺灵活。猫仔刚勾起了一抹微笑的弧度，霎时整个人就僵在了原地，脸部就在一瞬间，胖子似乎什么绊倒。看来这次的世界很难。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死亡之境，我管它什么境，我只想知道怎么离开这里。通关每个世界攒足积分，没有第2个方法。要怎么才能通关？不知道，每个世界都不一样，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这是一场与死亡拼搏的游戏，必须在死亡之前离开这里，而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死亡会不会就在下一个。说到最后一句时，简凡的语气甚至有些自嘲。都愣着做什么？赶紧把现场收拾了，准备拍下一场。经过了刚刚的一幕，猫仔显然还没回过神来，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整个下午。而夏泽清他们似乎早已经完全习惯了这些，面不改色，将胖子的身体搬到了一旁。这一切似乎都只是一个梦。
忙到晚上，他们被安排到了一个酒店休息，每个房间内都放着这样一本剧本。简介上，死亡剧组讲述的是一个剧组在拍摄影片时多次发生意外，剧组中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意外去世，直到影片拍摄完成后，整个剧组无一生还。一丝奇怪的念头，猫仔继续往下翻去。剧本是被打乱的，按拍摄的场次排序，这第一场戏的应该是剧组员工居住的3909号房间。等等，3909号房间不正是我隔壁吗？看到这个数字，猫仔的瞳孔下意识地收缩了一下，觉得或许只是巧合吧。随后视线重新回到剧本。第一幕戏应该是剧组员工死在了床上，死因是天花板上的架子正在急切的挖了血，失血过多而亡。这剧本。猫仔是个微博大 V， 做的就是吐槽影视剧，长久以来的习惯让他看到这个死亡方式时，下意识的就去寻找槽点。还真是一个糟糕的剧本啊。笑了笑，将剧本丢到一边，猫仔倒头就睡了过去。今天的遭遇让他心神俱疲，这一觉也睡得很好，直到天明的一声尖叫声。这一大早的，吵什么？被吵醒的猫仔语气不大好，但却没有人回应他，反而屋内是诡异的安静。怎么回事？我们过来喊他吃早饭，发现房间门开着，进来就这样了。很快，猫仔意识到不对劲，朦胧的睡眼视线直直地落在了房间的那张床上。此时，天花板上的灯罩已然毁坏。我他喵！话刚要出口，猫仔见到夏泽清此刻正似笑非笑地望着床上的那具尸体。这一刻，猫仔整个人一下子就冷静了下来。无论是昨天死亡的胖子，还是此刻躺在床上的这位，都是跟随他的人。而对于自己同伴的死亡，夏泽清的态度让人古怪。他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都散了吧。走吧，你很快就会习惯。简凡语气虽然一如既往高冷，但他的动作让猫仔仿佛在冰天雪地中感受到了一股暖意。等等，我有话跟你说。说完，猫仔快速跟上，离开前还回头扫了一眼房间，除了角落里多的一台摄像机，其他布局和他的房间一模一样。你想说什么？你看过房间里的剧本吗？剧本的第一幕死亡预告，大家都是老玩家，房间里的东西不可能放过。所以你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死亡预告，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说出来。猫仔的目光狠狠瞪着简凡，这个结果令他的心情变得越发复杂。而简凡低声笑了笑，有些自嘲道：“谁也无法保证你可能以为的队友会不会选择在你的心口插一把刀子。”此话一出，猫仔沉默了。还有事吗？你其实可以不必告诉我这些。所以呢？你需要一个同伴，你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现在可以给你答案。哦，有吗？你只需要考虑是否要接受我做你的搭档。夏泽清显然是你更好的选择。夏泽清吗？与虎谋皮，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猫仔的答案似乎出乎了简凡的意料，脸上露出了一些复杂的神色。他没有立刻作答，而是介绍起了死亡之境的情况。死亡之境每次开启，一个世界共有12个玩家，一旦有玩家死亡，在下一个世界开启时会自动匹配到新成员，新老玩家都有可能匹配到。而成功活过一个世界，也会得到500保底积分。破解世界的玩家会额外获得积分，最后会根据结束时的存活人数，多活一个人就增加100积分。攒够1万积分，你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不过，往往很多时候，一个世界就会用掉你积攒几个世界的积分。你现在有多少积分？2200，我已经走过了7个世界，积分最多的夏泽清应该有将近6000左右，但我不知道他用了多少。这一次，只有我是新玩家。是的。我和夏泽清是最早就在同一个世界的，而他身边的这些人也都是一个个世界换补进来的。另外4个是这个世界才匹配过来，他们没有透露过自己的信息，不过我怀疑他们上个世界是一起的。这样看来，其他人都早已抱成团，而简凡虽然与夏泽清貌似有些恩怨，但作为一个新人的我，无疑简凡才是我最合适的选择。队友可以少，但一定要靠谱。通过一关之后才能触发积分设定，这样对新玩家未免也太过不友好。应该还有其他设定。简凡听到此话，不自觉地笑了起来。你很聪明，欢迎你成为我的搭档。没有精神之力，突然就把你拉到一个规则世界里，你能有多大几率？新手没有积分设定，但他会在进入世界前获得一些重要信息，谜题很有可能就隐藏在那则信息之后。按你这么说，我进来之前看到的是一个人从高空坠落，那这个会不会就是我的死亡预告？不会，游戏不会明确设定玩家的死亡方式和先后顺序，你或许会死，但是死法不一定，谁先谁后也必然是因为自己的抉择导致。说着，简凡的视线落在了手上的剧本，他这一瞧，猫仔脑子里的一根线忽然接上了。对呀，今天的死有预告，那么昨天在片场的呢？如果我看到的也是其中一个死亡预告的话，答案就在这个剧本中。画笔2人快速翻查的剧本，试图将被打乱的剧本复原成原本剧情的时间线，然后找出死亡设定，规避死亡设定，这样至少还能苟到最后，为破局多争取一些时间。第一个和第二个已经有，时间上也对得上，然后就是第三个在片场，第3个死者是因为在片场突然心脏病发，短短几秒钟就断了气。这应该是接下来的死亡预告，也就是说，今天还会死一个人。猫仔还想要继续往后翻，门口却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别磨蹭，换场了。先过去再说。在死亡之际，死亡方式是你完全无法预料的。我曾经遇见过没有按照 NPC 的吩咐去做而被直接抹杀的。在不确定规则之前，我们最好照着他们的话去做。你说心脏病发触发的条件会是什么？你还记得剧本上死者在心脏病发的时候在做什么吗？
再搬道具，可搬道具属于场工的活，这个职位排除昨天的胖子，加上我还有3个人，而死亡的只有1个人，触发死亡的应该不是这个行为啊？或许吧，谁知道呢？保重，保重，这是简凡目前唯一能够给予的善意。说完，他就去了化妆间。目前他是安全的，而对于猫仔的生死，他似乎也没有那么在意。剧组很快运转了起来，而场工说白了就是一个打杂的，干的工作不只是搬道具，猫仔眼前只能是尽可能的避免一些搬道具的活，而另外2人似乎也在有意避开搬道具的活。嘿，你们3个跟我过来搬点东西。啊！你们把这些道具搬到那边门口，等着备用。这哪里是搬道具，这简直是在要命啊！猫仔没敢轻举妄动，另外2个人的脸色也不大好，谁也没有动。老王见此蹙了蹙眉，语气不佳道：“还愣着做什么？你们是要死吗？”一个死字瞬间触及到了几位的弦，按照 NPC 的去做可能会死，不做也会死，生死全靠运气的感觉让他们好不舒服。最终还是中间这个更显高挑的率先做出了选择，随后另一个和猫仔也动了起来。见他们动了起来，老王也露出一个满意的笑，转身便离开了。3个人都在搬道具，虽然还有2/3的机会可以活下来，但这他喵的心脏病对应的线索到底是什么呀？猫仔脑子在飞快的转动，一边思考答案，一边还要留心自己搬道具时的点点滴滴，尽可能的避免任何有可能触发死亡设定的行为。好在死亡似乎暂时还没有降临到他身上。另一边，简凡正在化妆间，此刻他需要选择一件西服。同样的，还有另外2个玩家需要同他一样做出选择。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想这么多干嘛？虽然在死亡之境的每一个选择都至关生死，但简凡作为老玩家，很快做出了选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大不了就用道具呗，搞得谁用不起一样。随后便走去了更衣室。返回猫仔这边，他还在继续搬着道具，他心里有些焦急。第3个死者还没有出现，悬在他头顶的那把刀时时刻刻折磨着他的脑神经，而他甚至连个可以交流的伙伴都没有。然而，变异就发生在一瞬间。看着倒地的高晓楠，他手中的道具像掉落，洒落了一堆装饰的小东西，而其中有一个心形的灯。谁他妈搬道具箱会先去确认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又怎么可能在事前从一堆道具中辨别出这个心形灯会是触发死亡的关键？这他妈根本就是乱来！猫仔憋了一肚子气，可根本无处发泄。这就是规则，他除了遵守之外，别无他法。老王再次出现，招呼着众人收拾现场。猫仔没有理会，而是有些自暴自弃的想：直接被抹杀也好，死了一了百了，活下来就要时刻处于担惊受怕中。这么下去，不被游戏抹杀也会被逼疯的。这个念头在脑海里越来越强烈。猫仔没有帮忙收拾现场，甚至走到了休息区，往椅子上一坐，听天由命，直到一声大喊落入他耳中。各单位准备。原来早在第3个死者出现时，换好西服的简凡就在 NPC 的要求下吊上了威亚，而威亚的出现让简凡想到了猫仔先前说的高空坠落，这同样是一个死亡预告。而很不幸的是，他似乎就是下一个死者。即便如此，简凡也依旧平静，脑海里快速闪过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信息。此时，猫仔也猛然站起身来。第3个死者让他一阵不决，而眼下第4个死者即将出现。而这个人不久之前还成为了他的伙伴，一旦简凡死亡，他变成了孤军奋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淡定下去，视线迅速地扫过四周，企图寻找出关键的线索来，大概是要拍摄戏份。此刻游戏玩家和 NPC 都退出了拍摄区，导演正认真盯着监视器，现场的摄影设备也都转向了简凡，这一切似乎都在正当不过。简凡说过，新人玩家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提示，难道那个提示只是高空坠落的死法？可这在剧本里必然会写到，根本算不得什么重要提示。那么到底会是什么呢？电影《死亡剧组》拍摄剧本。想到这，猫仔的眼睛猛地一亮，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死亡预告，它就是一个剧本啊！早在一开始，谜底就已经明明白白出现。这里是死亡剧组拍摄基地，所有玩家以及 NPC 通通都是电影中人，而并非工作人员。所以，当胖子死后，老王出现说下一场在酒店。老王说的是换场。如果我们是穿到电影中，那么每一个死者出现之后，这些剧组 NPC 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惊慌、害怕，以及和剧本中所写的报警处理等等行为，而不是说出这些剧组拍摄会需要的用词。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戏中戏啊！可如何破局呢？猫仔作为一个纯新人，即便猜出了来龙去脉，此刻还是有些手足无措。而简凡想的比猫仔更多。还有一个关键，摄影机。胖子死亡时是在片场，而片场中本来就有摄影机，所以不够明显突出，很容易被忽略。但死在酒店房间的玩家身份并非是摄影，房间角落里却出现一台摄影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看来摄影机极有可能就是破局的关键。电光火石间，简凡也理清了来龙去脉，并找到了破局的关键。于是唤醒脑海里的积分商店，锁定了自己所需要的道具，道具兑换为500积分，可以远距离毁坏一样东西。而就在他准备兑换时，他发现猫仔突然有了动作。戏中戏，戏中戏，这破局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拍戏，电影，拍戏，压的是摄影机。
二人同时锁定了同一个目标，而看着猫仔冲到那台隐藏在幕后的摄影机时，简凡有些诧异，但很快就恢复淡然，没有继续兑换道具，也没有关闭积分商店。猫仔若是掉链子，他也能及时补救。而猫仔自认为对摄影这方面有些涉略，也知晓机器一些基本操作。他按了很久的停止，摄影机都没有反应，他有些焦急地看向简凡的方向。原本完好的威压，突然在此刻断裂，简凡整个人从半空中跌落。我去你丫的！欢迎玩家通过新手考验，正式成为死亡之境的游戏玩家。现在为玩家开启积分设定。积分商店已为您开启，进入游戏世界即可使用。通关积分加500，存活玩家9名，额外赠送破解积分800分。您目前积分总共是1300分。1天后开启新世界，祝你好运，我的玩家。嗨，小哥哥，我叫林君若，小哥哥怎么称呼？猫仔，新玩家，以后还请多多关照。新玩家，那猫仔你也太厉害了，大佬以后多带我啊！我只是运气好，侥幸而已。那个小姐姐，抱歉，我有事，以后再聊。简凡兄弟，有事？好歹我们也是过命的交情了，你要不要这么冷漠？有事？没事。猫仔，我还有2个队友，我介绍你们认识啊。好啊，谢谢小姐姐。在林君若的带领下，猫仔跟另外2人简单的认识了一下。女孩子叫白岩狼，是一个高中生；男人叫郑觉明，30左右的年纪。3人已经一块经历了好几个世界，郑觉明的经验最为丰富，其次是林君若，而白岩狼似乎只是运气好，一路躺赢。客套了好一会后，便各自回到虚拟空间休息去了。请玩家做好准备，3分钟后即将进入下一个世界。1天过后，空间内不知何时出现了一辆公交车，上个世界存活的人也陆陆续续的上了车。猫仔来到简凡身旁打了个招呼就坐下了。在他看来，人冷漠不要紧，只要能够靠谱帮得上忙，这个队友就是合适的。至于林君若，虽看似友善，但猫仔更信任简凡一些。没想到还真让你找到一个队友，不过你确定他这里可以？此话一出，加上这个动作，猫仔立刻黑下了脸。哇靠！我脑子怎么了？上个世界可是我带着你们通关的呀！如果在言语上逞一时之快，能让你找回一丁点自信，你请随意，毕竟你赌输了。哈哈哈，是吗？那我拭目以待了。不久后，公交车又上去2人，一个40左右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只有10多岁的男孩。2人显然是同伴，从上车后就在一块，似乎暂时没有同旁人接触的意思。大概又过了10多秒，公交车个人看着这个似曾相识的出场方式，猫仔愣了一下，立刻望向简凡。新玩家？他是我遇到的第2个新玩家，出场方式和你相同。第2个？呵呵，那我还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呢。闻言，简凡终于舍得在猫仔身上多留一道视线，只是那副神情好像是在问你有毛病。有意思，又是一个新玩家。卧槽，什么新玩家？这年头恶作剧都做得这么高科技了。这是死亡之境。死亡之境，好像有点耳熟哎。一旦在死亡之境死亡，你在现实世界的生命也将被抹除。我想你应该需要一个指路人。一模一样的说辞，猫仔微微皱了皱眉，而简凡的视线也从新玩家身上渐渐移到了夏泽清身上，目光平静。那个，我叫徐甜，你可以叫我甜心。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会死人吗？当然。夏泽清先是冲着简凡勾了勾嘴角，再向徐田介绍死亡之境的大概情况。而简凡在徐田做出选择的时候，就开始闭眼假寐。猫仔看到这，算是看明白了。看来这2人之间的恩怨不小。夏泽清明显是生冷不忌，什么玩家都想招揽到自己身边，好让简凡无人。而简凡孤身一人，想要寻找靠得住的伙伴，所以每次遇到新玩家时，就会主动示好，撒网是寻找同伴，再根据新玩家的表现决定是否结交。猫仔不知是该气还是该笑，简凡的行为他是赞成的，可这态度能拉到人才怪类。而慧眼识珠的他，简凡非但不好好珍惜，居然还在被认可为搭档后被如此冷漠对待，是他不配吗？不是简凡太渣。欢迎玩家来到古宅惊魂剧本杀世界。玩家来到古宅惊魂剧本杀世界，请玩家抽取身份牌。随着电子音落幕的同时，猫仔眼前浮现出了12张牌。剧本杀的游戏他玩过不少，但跟性命直接关联的还真是头一回。猫仔决定谨慎一些，而这一谨慎，眼前12张身份牌很快就挥掉了3张。我的幸运数字是6，那就第6张好了。玩家身份已确认，家中2少爷，唯一的嫡子，但不得父亲喜爱，生母已逝。更多信息请玩家在游戏开始后自行摸索。游戏将在所有玩家确认身份后开始。祝你好运，我的玩家。一键换装，这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古代本，但猫仔对于这个故事背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先从屋子里寻找一下是否有这个身份。猫仔几乎从前3个个点，总共找出4样东西。
一张夹在《论语》书中的白纸，纸上写满了红色的死字，让人触目惊心。一个藏在枕头底下标着鹤顶红的小瓶子，应该是毒药。还有一封疑似他这个身份生母的遗书，信上所写大概就是他爹是个凤凰男，靠着岳丈家发迹后对原配始乱终弃，导致他娘含2人。临死前留下遗书，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夺回家产。最后一样有些奇耻，是一只染了血的白色绣花鞋。关于绣花鞋，猫仔暂时没有思绪，但那封遗书，猫仔大概已经分析出了这个本的大概剧情。死者应该就是我这个身份的便宜老爹，我们需要找出凶手。但我因为出身背景，对便宜老爹心怀怨恨，有杀人动机，那瓶毒药便能证明动了杀心。这不会又是一个狗血本吧？二少爷，晚膳时辰到了，请二少爷去前院用餐。哦，知道了。 NPC 出现，了解身份的环节结束，玩家进行回合，之后出现死者，进行第一轮的搜查。不过在离开之前，猫仔将他放回了原位，没有任何一丝线索，反而更容易引起人怀疑。很快，12名玩家几乎是同时抵达正院，只有徐田比众人晚了大概1-2分钟。剧本杀规则大家都清楚吧？先自我介绍一下身份，我先来，我是这家的大少爷，算私生子。我妈、我娘和爹是青梅竹马，没成亲前就带了肚子。13岁前我一直跟着我娘生活，我娘死了之后，我被接到了这里。我是这家的小女儿，我娘是戚姨娘，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我在家里是个小透明。听到这时，猫仔挑了挑眉，又是一个没娘的。大夫，祝家医生。没了。这很简单不是吗？那个，我是这家的2少爷，原配嫡出，我娘是被姑父伤心过度去世的。我和我爹的关系不太好，我憎恶他有负我娘，他也不想让我插手家中生意。是这样介绍的，对吧？猫仔临了不忘补充一句疑问，表示自己对剧本杀这个游戏的陌生。没玩过剧本杀？没玩过，很奇怪吗？你不也没玩过？简凡的话让在场的人都微微有些诧异，视线在夏泽清和简凡身上来回扫了好几眼。问一问也不行。下一个。到我了啊！我是这家的大小姐，我从出生开始就没见过我娘，也不知道我娘的情况。不过爹很宠我。叽叽喳喳，12个玩家很快结束了自我介绍阶段。这个世界的玩家是8男4女，分别是留下。等众人介绍完后，林君若对猫仔出声打趣了一句：“哟，大少爷打光棍。”所以我和他的关系真的很不好。屋外传来了一阵尖叫声，打断了众人的谈话。走吧，去瞧瞧。夏泽清率先起身，众人也纷纷跟上。简凡依旧落在了最后，猫仔特意放慢了脚步，与他同行。你不担心我是凶手？你需要的是一个长远搭档。猫仔明白，或许他们会在某个世界暂时成为敌对，但想要活着离开死亡之境，就绝对不能只着眼于眼前。所以他们现在的关系做不到完全信任也理解。而因为猫仔的话，简凡多看了他一眼。是不是觉得我很靠谱？话一出，简凡的面上流露出了强烈的嫌弃。猫仔瞬间做了一个闭嘴的动作，他就不该自讨没趣，和无趣的人开玩笑，无异于自取灭亡。不一会，众人来到了死亡现场，死者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富贵，应该就是他们的便宜老爹无疑了。此刻的正面朝上躺在地上，身下是一滩血迹，鲜血那么凑巧的汇成了一团图案，和地面的颜色搭配在一块，完美的汇成了一个太极图案。我方才来喊老爷用膳，一进门就看到老爷躺在了地上。少爷小姐们，你们一定要找出凶手，为老爷报仇啊！众人默默地看着死者，无一人要动身的样子，反而是身为新人的徐田率先开了口。我们12个人，3人一组，各自寻找线索。不知是接受能力良好，还是压根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丝毫了解，猫仔甚至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蠢蠢欲动。我同意他的说法，3个人互相监督，以免凶手做手脚。我没意见，我都可以。可以，没问题。徐田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认可，很快各自分好了队伍。夏泽清和女班一组，徐田主动要求加入，秦南和简凡一块，林君若主动申请了加入，郑觉明、白岩狼和远房侄子南海组成一队，剩下3人一队。猫仔选择留在了现场，检查案发现场的情况，简凡没有意见。夏泽清和郑觉明2队分别检查12人的住处，另外1队则是负责整个院子的初步巡查。分配好任务后，玩家很快就进入了正题。猫仔率先检查了死者尸体情况，死者身上一共有2处明显伤口，第一个伤口在额头上，应该是被重物击打造成的，第二就是还插着匕首的胸口了。搭把手，你想怎么做？脱衣服，如果你介意的话，可以回避一下。不用。猫仔没联系，招呼着简凡将死者直接扒了个精光之后，发现除了方才2道伤口之外，还有一些深浅不一的伤疤，有陈年旧伤，也有新伤。死者是一个商人，这些伤疤让猫仔多留了个心。随后，2人又将尸体分了开，
到看到背后的情况后，二人明显都愣了一下。死者背部几乎占满了一个黑白分明的太极图案纹身，而死后躺着的同样是一个太极图案，这二者又会不会预示着什么？这是太极图。一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什么意思？你还懂易经？看过，不懂，你懂？不懂。现在懂这个的怕是没几个。纹身还能说是热衷太极，可那么巧，连血都要画成太极的模样。这里头的文章不小啊。简凡没搭理，而是视线落在了死者的裆部。脱毛？当然。林君若愣了一下，随后赶紧转过了身。失手他不怕，但是他怕长针眼。卧槽！猫仔不禁爆了句粗口，林君若被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就转过头来查看情况，而这一时他也愣在了原地。死者被阉割了。这得多大仇啊！阉割他的不一定就是凶手。衣服上没有明显血迹，显然是在阉割后又做了处理，只是不知道是死在前还是阉割在前了。这也太可怕了。我左，你右。行。两人意见达成一致之后，分工明确，开始检查案发现场。林君若视线从猫仔身上移到简凡身上，又从简凡身上移到猫仔身上，不由得眨了眨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有些多余。不过他没敢让自己闲着，很快也加入到了寻找线索的队伍中。猫仔先检查了床，并无发现，之后倒是在柜子翻出了一本账册，账册上的内容有些奇怪。第一页写的是10年前这家人的采买记录，第一行便是采购了10袋大米，标价537两银子。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朝代，物价什么的也无从下手啊。先看看其他的吧。猫仔直接将账本收了起来，继续寻找线索。简凡来到书房这边，并无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之后两人又交换位置，重新检查了一遍。至于林君若，完全由着他自己随处瞧。最后等检查完案发现场后，三人结伴回到了正院前厅。他们是最先到的。简凡坐下后就开始假寐，猫仔坐在旁边，也开始在脑海里串联目前得到的线索。林君若大概是最不淡定的那个。猫仔，我们是不是回来太早了？我们要不要再回去看看？说不定我们还遗漏了其他线索。猫仔被林君若的话打断，有些不满，但并没有表现出来。小姐姐，你就别太担心了，我们也不是这一轮就要投出凶手，我觉得我们坐下来冷静一下会比较好。好，都听你的。看着猫仔和简凡似乎都不赞成自己的做法，林君若还是将自己的想法咽了回去。他有些无奈，他不应该，或者说他其实不想和猫仔简凡一对的。人虽然安静坐下，心里却烦躁得很。猫仔看在眼里，心里默默给林君若判了死刑。哟，速度挺快啊！看见来人，林君若主动凑了上去。夏泽清，你们那边怎么样？我们检查过尸体，你可能都不敢相信，死爹他被阉割了，太可怕了！阉割？夏泽清没有立即回答，凡是须田先发出了声，随后他就陷入了沉默思考。猫仔见状，看了林君若一眼，微微蹙眉。是啊，夏泽清，你说凶手为什么要阉割爹？你没有问过你的队友吗？他们好像不觉得阉割的人就是凶手，你觉得呢？老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听到这，猫仔没忍住笑了下嘴角，没想到夏泽清也有说话悦耳的时候。可以开始了吧，猫仔，我们在你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封遗书。介绍时我已经说过了，我和老头的关系不好，我厌恶他有负于我娘，他不想让我插手家里的生意，我娘会死也是因为被辜负，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要隐瞒的意思。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你可以直接说。我本来不是很确定，直到刚才林君若说爹是被阉割的，而你娘会死，完全是因为爹过于风流，有私生子，还一直找小老婆，对感情不忠，所以你替你娘不值，你有杀爹，也有阉割她的动机。当然，我要说的依旧不是这个，你藏起了线索，猫仔。最后，夏泽清说的语气非常肯定，现场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简凡在声音落下的时候也睁开了眼，猫仔面色依旧不变。空口定论？不，我是在问你，这是剧本杀，以免这里有没玩过剧本杀的玩家，我多废话几句来说一句剧本杀的大概原理。会有多名玩家会和死者有恩怨纠缠，他们甚至是一踩着腿杀死者，你捅一刀，我打一拳，多人对死者造成了伤害，而你的身份有杀人动机，即便不是凶手，恐怕也不会清清白白。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只在你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份你已经透露过的关于和死者之间恩怨的遗书，我有合理理由怀疑你藏起了其他线索。如果我要藏线索，为什么不把遗书也藏起来？没了遗书，我自己在保持沉默，不是更安全？或许有可能是我没看到遗书，藏起了其他我发现的线索，但是如果我不知道遗书，又怎么会那么巧刚好说了遗书上显示出来的内容？遗书上写的一切我都承认，至于你说的其他，我无法回答。所以你的答案是否是吗？是的。OK， 我没其他问题了。说着，夏泽清又望向两人团队中的那个男孩，怎么称呼？文男，叫 KK， 我也应。
文南，我们在你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些当票，你在当铺当掉了一些东西，且都价值不菲，金额从500两到1000两不等。除此之外，还有几封你爹娘寄给你的书信，从书信的内容来判断，你家并不富裕，所以才会来此投靠。那么，你去当铺当掉的东西是来自哪里？你当掉的那些钱又用到了哪里？你是不是因为钱和爹起了矛盾？为了钱，你杀了他？夏泽清便说，你找到的东西放在桌上。猫仔也看了传过来的书信，不得不说，夏泽清能够拿到那么多积分是有理由的。上一个世界还不明显，但现在有了他展现的机会，夏泽清也没吝啬他的能力。我觉得你好奇怪。哦，怎么说？我是因为钱才来投靠伯伯，那当然要想方设法从伯伯这边抠点钱出来。我总不会真来和你们一家人谈亲情吧？我贪财，可正因为我贪财，所以我才要和伯伯维持好关系啊。如今伯伯一死，换了任何人当家，我都没办法再获取钱财。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你拿出来的这些东西，恰恰证明我是最没有可能杀伯伯的人。至于你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一，东西是我靠拍马屁从伯伯那里获得，然后当掉；二，钱我一部分寄回了家，一部分拿来改善生活了。你说的的确合情合理。呵呵，能够活到这个世界，也没必要再装傻吧。你一来就掌控了全局，想要领导说话权。我承认你很厉害，能猜到可疑的地方，自然也会猜到合乎情理的可能性，但你却故意忽略了对我们有利的方面。还是说你是故意让大家把彼此往坏的方面想？猫仔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来做个大胆猜测，你想让大家对每一个人都心生怀疑，借此来让大家呼应附和你的话，这样在投凶手时，你的意见就能影响大部分人，来达到你想要的结果。或许你只是为了保全自己，避免自己被投死，但还有一种可能，只有凶手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给自己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大佬，这绝对是一位大佬，用最平淡的语气却说着最针锋相对的话。猫仔甚至有些想给文南喊666。啧，这年头连小孩子都是不容小觑的存在。不止你和猫仔，接下来的每个人我都会这么询问，因为一旦找错凶手，所有人都玩完，所以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线索。而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么去争取说话权、领导权，才是对自己负责，对大家负责。我问你答，每个人的回答不止内容，还有语气、表情，同样能看出来很多东西。文南，你不觉得你过于心急了吗？呵呵，要说急，却也比不过你，毕竟我这屁股都没坐热，你就开始发难了。好了，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你可以下一个了。话虽这么说，但猫仔总觉得他的言下之意是，等轮到他开口的时候，才会真正对夏泽清发难。好，下一个嘛。夏泽清3人负责搜查其中6个人的房间，而其中就有猫仔、简凡、郑觉明、白岩狼、文南以及一起的中年男人陆京，并且每个人的房间里都找出了一些东西。账房先生的郑觉明，他的枕头底下有一把匕首，郑觉明却支支吾吾的，好半晌才憋出一句：我怕死，就保命用的，没什么。接下来4少爷身份的陆京，他的书架上有一封和山贼的通信，夏泽清找到的是山贼的回信，信上写着陆京联合山贼想要杀死者。对此陆京回：我的确恨他，但我既然已经联合了山贼，做了一系列的计划，又何必在这个时候贸然动手？我没有这么迫不及待，那么多年都等了，不差这几日。我想杀他，但是我没来得及。得到他们的回复之后，夏泽清没有过多为难。下一个是白岩狼，我在你房间也找到了一些东西，但目前还没有发现你和爹的死有什么直接关联。不过我还是想问一问，你是怀孕了，并且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和丈夫感情不好，我不想要他的孩子，所以这应该算是私事，和凶案没有关系吧？没有。夏泽清没有过多纠缠，而是将视线落在了简凡身上。简凡抬头，两人的视线在半空中相交。好戏，似乎才真正的开场。祝家大夫，我在你房间没找到任何奇怪的东西，没什么问题要问你的，看我的队友有没有想补充的了。猫仔有些诧异，本以为夏泽清最会发难的人应该是简凡才对，万万没想到会这么轻轻放下。而他的女伴也紧跟其后，摇了摇头，一直保持沉默。倒是徐田，从夏泽清开口时，他就一直认真听着每个人的发言。这回他忽然出了声：简凡，我有问题想要问你。简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想杀人？徐田的问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包括简凡。他看向徐田，显露出了先前没有的郑重。他不死，我会死。也就是说，在不危及你性命的时候，你不会对任何人下杀手，即便你跟那个人有仇。好，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说完，徐田收回了视线，又开始维持先前那番安静听人说话、不言语的模样。这倒是和他一出场时候的性格有些不大一样。好，那让我来说说我们这边的发现吧。
那我来说说我们这边的发现吧。我们负责的6个人中，大少爷的房间内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借用你方才的推论，大少爷是非婚生子，而在古代的背景下，他和他的母亲会遭遇什么，可想而知。而他也是在生母死后才被父亲接回家，所以大少爷恨自己的父亲，合情合理，同样有杀人动机。这样的一个身份，没有任何可疑的线索才最为可疑。刚才你问猫仔的话，也是我现在想要问你的。夏泽清，你藏起了线索。夏泽清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反问：你和猫仔是队友？不是凶手，就是我的队友。文南没打算等夏泽清回答，而是话锋一转。其他5人房间中也同样发现了一些线索，但在信息不足之前，我没打算问你们任何问题，就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发现吧。戴少奶奶，一封和戏子来往、看似暧昧的情书，一支代写的金钗。戴小姐，一本由朱家大夫亲自所写的医书，医书上面除了一些简单的药方之外，还有一些毒药，以及我们还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药材。二小姐，我们在你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条代写的在古代应该是叫包库的东西。三少爷，有你亲笔所写的类似于日记的东西，在上面你多次写了想要自己亲爹的命，死者的弟弟。叔叔，我们在你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把钥匙，钥匙上面刻了小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是家里的金库钥匙。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剩下的你们随意。文南简单分享完之后，选择了沉默。而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自己的主观推测，但也没有过多言论。即便猫仔很想吸引你回去夏泽清，此刻却也保持了理智，选择沉默。我有话想说。刚才夏泽清提到了死者老爷被阉割了，而在二小姐的房间里又有代写的包库。我想知道尸体当时的情况，这两者是否有关联？郑觉明的发问一下子将矛头指向了夏泽清的女伴，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二小姐身上，而她则是有些无所求救似的望向了夏泽清。阉割的未必就是凶手，这一点都不明白。估计这位小娘子是被一路带飞的，这会也已经慌了神，一时半会说不出啥。猫仔主动接过话题，既然提到了阉割，我就先来说一下我们这边的发现吧。巴拉巴拉，猫仔没有隐瞒，实话说出了死者尸体的情况。众人通过死者的贴身衣物被处理过，而文南又在二小姐的房间内找到一条代写的包库，不约而同的再次看向二小姐。除此之外，还有2个发现：第一，账本内容很奇怪，目前还没有什么合乎情理的答案；第二，房间内有茶杯碎片，我们推测爹遇害前应该与人发生过冲突，摔破了茶杯。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凶手，还有待商榷。二小姐未必是凶手，但我还是想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二小姐阉割了老爷？当时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是否有可能和凶手碰过面？郑觉明再次开口，依旧将矛头对准了二小姐。就目前来看，的确是她的嫌疑最大，所有人都在等她的回答。泽清，帮帮我！这只是一个问题而已，你连这都回答不了。我不知道，他就告诉我是二小姐家里的庶女，娘死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跟我说，我怎么回答？我哪知道什么包库什么血啊？虽然是这个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明晃晃的说出来。而更让众人震惊的是，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他的身体像是蒸发似的消失在了原地。神，什么鬼？人呢？这是个魔术吧？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二小姐的突然死亡让徐田有些接受不了，猫仔心里的紧张、恐惧，在见到徐田的表现后反而淡了下来。没有人回答徐田的问题，也没有心情回答。他们在思考，女伴到底触发了什么，才会被游戏世界抹杀？游戏还在继续，二小姐不可能是凶手。对于自己的女伴被抹杀，夏泽清没有丝毫伤心，而是极为理智的从中获取了有力的线索。二小姐有可能与阉割有关，但是不是凶手。你们那边搜查的情况怎么样？好多地方目前还进不去，我们只是在院子空地上转了几圈，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各组的线索分享到此就算是结束，因为突然的死亡，众人心里都压了一块大石，原本有些想要说的话，此刻也都吞了回去。谁知道自己会不会突然说出什么话，就触发了死亡设定。屋里很快就陷入了沉默，这份沉默维持了很久，直到管家再次出现。几位少爷小姐，天已经黑了，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明日一早，大家或许可以从府上的下人口中问到一些线索。简凡，你说夏泽清没有玩过剧本杀，真的假的？我看他那样子很熟练啊。夏泽清不可能玩过剧本杀，没玩过，那难道他还能不是夏泽清不成？听到猫仔的话，简凡面色依旧凝重，他的表现让猫仔脸上的笑容慢慢僵硬了下来。哇靠，难道夏泽清真的不是夏泽清？兄弟，你没开玩笑吧？好笑吗？猫仔神情一下拉了下来，甚至有些崩溃。虽然他已经接受自己莫名其妙的到了一个叫死亡之境的地方，但现在告诉他和他们一样的玩家中也有问题，他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个消息。简凡也能理解猫仔的心情，难得多解释了一句：我现在也只是猜测。行了，先不说这个，说说夏泽清身边那个女伴被抹杀是因为什么吧？你不知道？我也只是一个比徐田老一点的新人吧，我应该知道吗？因为剧本杀的规则。剧本杀的规则我知道啊，可这和被抹杀有什么关系？难道是因为他说了剧本杀里不该说的话？简凡给了猫仔一个自己意会的眼神。在剧本杀里的沉浸式玩法里，大家各自扮演剧本里面的角色，但毕竟不是剧本中人，在言语上、行为处事上
难免会有些出入。可女伴的那段话可真是处处都踩在雷点上了。不知道，剧本没说，这些话的确不该出现在一个剧本杀游戏中。不过，如果只是略微过界的一些言语，似乎也可以接受。猫仔想起了自我介绍环节时自己的那番话，不由得冒出了一头冷汗。要是这个世界严格一点，岂不是他那句自己以前没玩过，不就得凉凉了？有没有看过小说？看过呀，和这个游戏世界有什么关系吗？小说里会有作者有话说，或是注释之类的东西，算是正文之外不相关的东西。你在介绍时先说了自己的情况，之后才补充了一句，是这样介绍吗？夏泽清的情况也是，他在推理，但是在推理之外做了一个关于剧本杀的补充。你和他的情况都属于正文里按照着剧情在走，在无关紧要的作画注释里做了补充，而他不是，他是在正文范畴内直接踩雷。这样说你能明白吗？应该不止你一个人猜到了这些吧。不要让我后悔选择你做了队友。这不是犯傻，毕竟只是第2次，我还是无法接受人与人之间这么的恶意，理解一下。猫仔有些无奈地说，简凡并没有搭理。好了，跳过这一茬。你觉得刚才大家的发言怎么样？3个人，文南、白岩狼、徐田。文南我能理解，他的表现已经足够说明一切。徐田虽然被吓得表现出了一些崩溃的状态，但他问你的那句话的确需要深究一下。可是白岩狼，我想不明白，我在这个世界开始前也和他们有过一些接触，据他们说他只是运气比较好，一路躺赢。说到这，猫仔想到了什么，忽然反应过来了，运气这玩意太玄乎了，能躺赢1-2个世界倒也说得过去，但一直躺赢，这怎么也不可能是运气吧？除非白岩狼才是3人团队的核心。是啊，3人团队中，林君若除了蠢，他实在想不出其他合适的词来代表。至于郑举明，在谈论环节也表现差得一塌糊涂。这2个人全然不像是老玩家，而这些也就从侧面衬托出白岩狼的不同来。但是如果白岩狼真有那么聪明的话，为什么不选择更厉害的队友，反而选择这2个？不急，可以再看看。也是，说不定这就是他们伪装出来，故意降低我们戒心的。把他们去掉。对，你简凡聪明，世界上就你输入法最能。对了，夏泽清没有在你房间找到线索，是你藏起来了，还是他故意的？说话间，简凡忽然停了下来。此时2人也和大部队拉开了距离。猫仔正等着简凡回答，简凡却突然动手，将他双手反转到背后，直接将他抵在了一旁的柱子上，腰上被抵上一把锋利的匕首。不是吧？难道这个世界的凶手真的是简凡？猫仔的脑海里生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感觉到了这个世界对他的满满恶意，但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兄弟，有话好好说，我们好歹是队友啊！见简凡没有立刻动手，猫仔赶紧继续说：通关这个世界有什么用？除非回到现实世界，不然也是早死晚死的区别。简凡，你那么聪明的人，不会只看眼前这些蝇头小利吧？你和夏泽清不对盘，白岩狼和文南又各自有队友，你难道真打算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简凡没有回应，只是沉默看着猫仔。不是哥，你能不能给个反应？简凡依旧没说话，不过倒是松开了猫仔。简凡，我好歹救过你，你怎么？不远处，陆京和文南正巧经过，猫仔忽然就闭了嘴。等到2人离开之后，猫仔才看向简凡。好歹过命的交情，我跟你说。没等猫仔说完，简凡举起手里的匕首，突然插向了自己的另一只手掌。匕首碰到手之后，直接缩了进去。输入法你有毛病是不是？吓人很好玩。输入法？那个，我觉得比起取外号，你这次的行为更过分。你很闲，我取外号时间呢，也就眨眼功夫，灵感就上来了。而你开的玩笑，花了我们好几分钟，我觉得你更闲。你这是？我房间里找到的。大夫在自己的房间里放着一把玩具匕首，这和你刚才的行为有什么关系？你刚才怀疑凶手是我，换了任何一个人被你这么用匕首抵，都得怀疑你吧？我相信你之前跟我说的话了。什么话？长远搭档。到了这回，猫仔才算是彻底明白过来，简凡依旧是在试探，如果当2人真的处于敌对的时候，自己是选择继续合作，还是选择求救？为了通关眼前的世界而背叛这份合作。但猫仔通过了测试，简凡的心情不错。你就不怕我只是演你，转头把你卖了？简凡再次用看傻子似的眼神看向猫仔。我警告你啊，你别以为我脾气好就不跟你计较，别再用这个眼神看我。不过你可以用在别人身上。我尽量。不过你可以试着接触一下徐田了。徐田？我以为你会选择文南或者白岩狼呢。那2人团队很牢靠，未必挖得动。徐田才是最迫切需要同伴的那个。至于白岩狼，我不喜欢他那样躲躲藏藏的做法。可徐田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夏泽清？不，他没有选择任何一方。就算是这样，那为什么是我去，不是你去？这方面你比我擅长。嘿嘿，你还挺有自知之明。这叫知人善用，并且物尽其用。行吧，等有机会我可以试着去跟他接触接触，但最终考验还得看你了。说完了这些，猫仔的思绪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简凡，试探的开口：所以你是凶手吗？不是。那也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估计就算是凶手，自己也不知道吧？不，
我觉得另外一种可能更大一些。什么？凶手还没有完全确定。凶手还没有确定？是的，你没发现吗？除了开局选取身份牌，我们还没有做过任何选择。简凡没有和猫仔过多解释，而猫仔很快也得到了答案。两人各自回了房间，而就在猫仔意识到的时候，一切似乎无形之中有了变化。他注意到自己眼前出现了一行字。从信息分享结束，简凡、猫仔中间虽然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但猫仔最终获得了简凡的信任，二人正式成为搭档。刚回到房间的猫仔眼前忽然出现一行字，什么意思？难道现在是回到了凶案发生那一晚吗？茫然之间，猫仔似乎又意识到了什么。很快，门口响起了一阵敲门声。谁呀？二少爷，是我呀，小翠。小翠。猫仔心里存满了疑惑，但还是开了门。既然敢自报名讳，应该是他这个身份认识的。小翠刚进门就喋喋不休：“二少爷，老爷又开始犯糊涂了。这家业本来就是夫人的，理所当然是该留给二少爷您。那个人真不识好歹，一个野种也想接手家里的生意。老爷也是，到底是泥腿子出身，没什么眼界。”猫仔微微抬头，努力将小翠所说的话和他目前得到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在死者遇害当晚，死者想要将部分生意交给大少爷，而小翠应该是站在二少爷这边，知晓后心生不满，便来通风报信。加上二少爷和死者之间因为生母的那些恩恩怨怨，还真有可能大半夜就跑去找死者理论，之后可能错手杀人也说不定。二少爷，您发什么呆呢？嗨，他犯糊涂也不是1天2天了，习惯了。可再这么下去，家里的生意迟早都被那个野种拿了去。二少爷，您可得多留点心眼，这可是夫人的产业啊。我会的。你突然来说这些，是又发生什么事了吗？我方才听到老爷让人去喊大少爷了，说要交代一些生意上的事。我一听，可不就替二少爷抱不平，赶紧来给您知会一声吗？也就是说，死者在死之前，极大可能也见过了大少爷。其他也没什么事，天色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对了，二少爷，你要是想要去找老爷，就等虚实之后。说完，小翠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径直离开了。而猫仔此时脑海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是时间倒流，那要是抢先救下死者，会不会就能打破这个游戏世界，直接通关，就像上个世界一样？一想到有这种可能，猫仔就有些激动起来。但很快，这份激动又被他压了下去。毕竟这个破解之法过于简单了点。而换个角度想，如果死者会死是既定事实，那么他们在凶案发生当晚所做的事，后续又会牵扯出什么各种影响？不出去我就必然不可能是凶手，也不大可能会留下什么指证自己的证据，但同时也失去了获取信息的机会。是等着队友带他躺赢或者死亡，还是赌一把，冒着风险去探听消息？猫仔选择了后者。现在是晚上7点48分，比小翠口中的虚实早了10多分钟。来到死者院子，一眼望去，死者屋里光线将人影折射到了门窗上。2个人影，一个是死者，那么另外一个会是凶手吗？猫仔加快了步伐，小心翼翼来到屋外，突了一个洞，随后一张脸对到了窗前。从他这个角度看去，死者正对着他，而另外一个人则是背对着他站着。这个人虽然穿着和夏泽清一样的衣服，不过好像矮了点。夏泽清很高，估计有个1.8米左右的身高，而死者躺在地上的时候不好直接分辨，但应该不会超过1.8米。而眼下这个人和死者面对面站着，身高却相差不大，甚至死者要更高一些。这个人不是夏泽清。二少爷，您在做什么？猫仔正仔细琢磨着这个穿着夏泽清衣服的人是谁，耳边却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老爷正在和大少爷商量正事，请二少爷晚些再来寻老爷。对于老妇人的突然出现，猫仔并不意外，毕竟距离小翠说的虚实还有一段时间。猫仔在正门外不远处等候了一会，从积分面板那里得知已到8点整，便快步走到院内。死者屋里还有光，不过已经没有人影。抱着一肚子疑问，猫仔敲响了死者的门。屋里没有任何回应，猫仔最终选择了推门而入。屋里的情形和白天看到的差不多，无非是屋里的尸体换了个位置，死者此刻的额头并没有受伤。猫仔往前走去，想要查探一下死者的情况。就在这时，死者突然抬起了头，朝着猫仔直直地看了过来。猫仔原地愣了一下，下一秒只见屋里凭空出现了一个人影，和自己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身高体型，唯独没有脸。他拿起桌上的砚台，直接把死者晕了过去。卧槽！猫仔此刻的心情实在有些不太美妙，他似乎做了一个不太好的选择。在踏出卧房的那一刻，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一个选择，而眼下这个选择意味着他二少爷在发现了被匕首刺伤的亲爹苏醒之后，毫不犹豫的又加了一把力。也就是说，刺伤死者的不是凶手，但他有可能是。在无脸人回到房间那一刻，原本悬浮的那行字也消失不见，一切回到了原来的时间线上。猫仔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非常蠢的事，有些懊恼的抓了抓后脑勺。事情既已发生，后悔也无济于事。猫仔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开始梳理眼下的线索。首先，从小翠的话来分析，死者应该是喊了大少爷过去，但夏泽清有没有过去，就得看他本人的选择。
至于这位冒充是大少爷的人，极有可能就是他捅了死者，所以这里可以暂时排除夏泽清是捅人的人，而自己的行为却……猫仔想到这，脸一下就黑了下来。作为二少爷的他，因为知晓了自家亲爹偏心老大，心里不满，直接冲到了死者的院子，偷听还被抓了个现行。被驱赶后，又再次折返，并且进入了死者的房间。而这一种种行为，导致剧本中的二少爷真的就出现在了房间，而且不知出于什么心情，或是真想死者死，亦或是害怕，直接给江血的爹砸晕，之后扬长而去。2处伤口都已经出现，而第3处……对啊，第3处伤口还并未出现呢。当时死者身上只有胸口在流血，下面衣服是干净的，也就是说，在二少爷离开之后，应该还有人阉割了死者，并真正杀死了死者，最后设计出了太极图的凶案现场。想到这，猫仔稍稍松了口气，只要不是凶手，那就还不到无药可救的点。不过一想到那个老妇人，猫仔又开始头疼起来。明天的搜证是可以询问府上下人，而那个老妇人定会将他偷偷摸摸的去过死者院子的事情捅出来，导致他的嫌疑也会增大。毕竟这个游戏不是凶手必死，而是被人认定为凶手。猫仔不得不承认，他给自己捅出了一个大麻烦。在猫仔懊恼的拍大腿的时候，简凡也开始有了行动。当眼前浮现这行字的时候，简凡平静等了一会，确定没有 NPC 会来后，便离开了房间。但他的目标并非死者的院子，而是大小姐的住处。简凡作为一名老玩家，怎么可能在房间里没找到线索？只是将其藏了起来。总共3样东西：第1件，一封不知道写给谁的情书；第2件，就是用来吓唬猫仔的玩具匕首；第3件是一条带血的包裤。也就是说，除了在二小姐的房间之外，她的房间里也有一条带血的包裤。至于到底哪一条才是属于死者的，眼下还未可知。但在第1轮搜证中，文南在大小姐林君若的屋子里找到了由祝家大夫亲手所写的遗书，这意味着他这个身份和大小姐之间有牵扯，搞不好那封情书就是写给大小姐的。简凡相信这条感情线的最后一定隐藏着至关重要的线索。思索间，简凡已经走到了大小姐的院子。林君若很烦恼来时发生的一切，心里已经对简凡和秦岚有些微词，一个人把所有能骂的人都骂了一遍，发泄完累了就坐下来休息。字体浮现时，林君若同样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做出了选择，离开房间，直奔死者院子。简凡正好凑巧看到林君若往外跑，不过并不是真正的林君若，而是像3少爷一样衣服体型相同的无脸人。每个人所处的空间应该是独立的，而彼此做出的选择不同，映射到每个人的空间里也就会不同。所以在时间线上，林君若应该已经做出了选择。简凡想明白之后，很快就跟了上去。等走了一段之后，他确定林君若的目标是死者的院子，便停了下来。不接触死者就不会成为凶手，他不想搅这趟浑水，转身离开回去房间了。回到房间后，凶案发生当晚这一行字很快就消失了。这一晚，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回到凶案发生当晚的机会，不同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整个的故事走向也因此发生了改变。有人因此忐忑，也有人和简凡一样平静，等待着第2天的降临。二少爷，二少爷，管家让奴才来通知二少爷一声，下人们都已经准备好，二少爷可以去询问了。知道了，第2轮搜证这就开始了吗？少爷小姐们，府上还有许多活计要做，下人们只能耽搁半个时辰，所以少爷小姐们，现在需要开始了吗？半个时辰等于1个小时，但看着这密密麻麻的60-70号人，平均下来，一个人不到1分钟询问时间，还是和昨天一样分队吧？没问题，可以。学明，我今天和你们一队吧。好。按照昨天的谈话，猫仔早早锁定徐田，正想要开口将他拉拢过来，简凡却突然抢先开口：“我们这边少了林君若，不如白岩狼，你来我们队。”猫仔有些诧异的看了简凡一眼，但并未说什么。可以呀。不一会，11位玩家便分成了4队，分别如下。每队分到自己的 NPC 之后，自行找了地方开始询问。只是猫仔心里还是有些疑问，但碍于白岩狼在，所以并未开口询问。徐田有古怪。什么？我怀疑他昨天只是在做戏。做戏？难道他昨天的崩溃都是装的？还有状态，以及他今天的态度，这一点你是行家，你应该比我更明白。啊？你在说什么？我不是很明白。对于白岩狼的反应，简凡顿了一下，还试着想要张口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放弃，转而看向猫仔：“你来。术业有专攻，我这是在认可你。”呵呵，大可不必如此。我想你应该需要更靠谱的队友。白岩狼依旧目带疑惑地看着他们，没有吭声。这么说吧，之前林君若之所以会来接触我，其实是得了你的授意，包括昨天加入我和简凡进行搜证，都是听从你的安排，而你又亲自带着郑觉明去试探了文南，我说的对吧？我没有，分队只是凑巧。君若姐姐觉得你厉害，想要和你们接触，那是她自己的意愿，我哪有这个本事啊？也先别急着否认，在我看来吧，你虽然能够控制他们，让他们听从你的吩咐办事，但在死亡之境这种地方，他们对你的帮助还是太有限，不是吗？所以我和简凡邀请你加入我们，当然是只有你一个。可是我真的没有，你真的弄错了。我现在认同你的话了。什么？
我也不喜欢这么躲躲藏藏的做法。简凡扯了下嘴角，没有接猫仔的话，本木心也没忍住，悄悄翻了个白眼。你不用现在回答我们，但是我建议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提议。猫仔心里明白，想要拉拢一个队友，绝对不是几句话的事，便将话题转入到了正题。那就开工吧，一人一半。他们分到了16个下人，包含了各个职业。猫仔、简凡2人目前还算信任，没必要凑一块一个个问，而分工合作，效率会更高一些。你介意吗？我都可以，你们决定就好。好的。白岩狼的视线在猫仔和简凡的身上来回扫了2眼，最终选择了跟在猫仔的身后。看来我要比简凡更靠谱一些啊。凶案发生的那一晚，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在自己的院子吗？在的，大少爷和大少奶奶都在。大少爷先在书房看书，等天色晚了就回房休息了。大少奶奶有些不舒服，早早就回了屋，很早就睡下了。那是不是有人去过大少爷的院子，说老爷请大少爷过去说事？是的。大概什么时候？还记得吗？应该是在有16刻。那大少爷去了吗？听到这句问话，丫鬟疑惑地看了猫仔一眼。奴才前面说过了呀，大少爷先在书房，天色很晚了才回房休息，没有跨出院子半步，当然没有去见老爷。那你知道大少爷是怎么回复老爷那边的人吗？不知道，我不是近前伺候的，没有听见。那大少爷进了书房之后，当时书房里有人伺候吗？你确定看到了大少爷一直在书房？大少爷的书房门没关，就坐在书房里头，我们经过自然就能瞧见了。丫鬟回答后，有些古怪地瞧向猫仔，而猫仔忽然就 get 到了丫鬟的点，他这是在怀疑猫仔的脑子有问题。一个 NPC 而已，大可不必做得如此生动。那大少奶奶呢？大少奶奶回屋休息后，下人们可不敢打扰，都出来了呀。再说了，大少奶奶不在自己屋里，能去哪？丫鬟有些无语，看向猫仔的眼神越发古怪了。可猫仔却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一个重要线索。大少奶奶当时并不能确定就在屋子里头。努力回想了一下，冒充之人确实和徐田身高差不多，而且最容易能拿到大少爷衣服的，无疑就是作为大少奶奶的他了。一下子能够排除2个人的嫌疑，这一趟也总算是有点收获。之后，猫仔又问了一些问题，只是这个 NPC 对近身伺候之人能得到的线索不多，而且即便是近身伺候之人，作为别人的心腹，估计也不会透露太多，剩下几人都是打杂的，基本没啥线索。简凡这边倒是有2个有用的 NPC， 第一个是死者院子里的下人。我有一次看到了老爷和二老爷在吵架。那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多少？应该是7、8天前的事吧。二老爷又来找老爷要钱，但老爷似乎并不想给，紧接着2人就大吵起来。我记得以往他们都是小吵小闹，二老爷甚至会哄着老爷，但唯独那一次吵得特别厉害，二老爷还气得离开了家，一直在外面待了2天才回来。死者是靠妻子发家，而作为死者的亲弟弟，手头不宽裕，而靠着死者钱财接济过日子吗？这个情况倒是和远房侄子这个身份有些类似。第2个人是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在知晓对方是大小姐的人时，简凡的神色微微顿了一回，随后才继续开口问：凶案发生的那一晚，大小姐在做什么？大小姐能做什么？不都是每日那些事，看看书，选选漂亮衣服，打扮自己。再说了，丫鬟说到这，意味深长地看了简凡一眼，简凡则是面无表情。简大夫，你不会怀疑是小姐吧？大小姐满脑子的谁？简大夫，你还不知道吗？丫鬟似乎有些不满地嘟囔道。猫仔刚结束自己那边的盘问，和白岩狼正走了过来，恰好就听到了丫鬟这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哟呵，简凡，你和大小姐还有一段。凶案发生那晚，大小姐在做什么？简大夫，你可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回头我可要将这些事跟大小姐说的。哼！丫鬟有些不满地翻了个白眼，而猫仔听到这，像是想到了什么，忽然开口道：我觉得旁听玩家询问，或许也是一个寻找线索的法子，比如现在这个丫鬟。这也不能说。不，我觉得有可行性，所以你加油。说完，简凡就继续转头和丫鬟周旋去了。猫仔在原地愣了一回，他觉得简凡使唤他是不是越来越顺手了？你去哪？他不是让我们去听其他玩家怎么问吗？怎么，你不走吗？走。拜托，小姐喜欢一个人处着，晚膳后就让我们去休息了。小姐一个人在屋子里，可能中途会去花园散散步什么的，或者去见某人，这我哪里知道。另一边，夏泽清看到白岩狼和猫仔过来时，停止了询问，转头看向2人。你们那边结束了？是啊，不介意我们旁听吧？猫仔乐呵呵开口答道，随后余光瞥了一眼白岩狼，默默在心里叹了口气。明明是他选的这个方向，可临到跟前的时候，他突然就慢了下来，最后倒变成了跟在自己的身后。无所谓，你们随意。要说家里头最近有什么奇怪的，正账房在外头欠了一大笔钱，这算吗？
此外，他欠了多少？为什么会欠钱？这些你知道吗？知道，这事也不算什么秘密了。正账房啊，近几个月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迷上了赌房，前面还赢了些钱，后面就不行了。听说都已经欠赌房1000多两了。啧啧，我干一辈子都不见得有这么多钱呢。这个人之后，夏泽清询问的 NPC 中便没有其他有用的线索了。至于前面，猫仔就无从得知了。有司机的公交车载着一群被强行传送进来的人，每次发车都是12个人，他们被载到一个又一个的异度空间中，每个空间都是一个游戏副本。脑海中机械般的声音告诉他们，这里叫死亡之境。死亡之境，死亡随时降临。通关游戏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攒够积分才能回到现实世界。祝你好运，我的玩家。上集说到，剧本杀的第2轮搜证是盘问府上的所有下人。猫仔发现旁听别人询问，同样也是一个寻找线索的法子。于是乎，在结束自己那边询问之后，就跟木心一起来到夏泽清这边旁听，而简凡则是来到秦文义这边旁听。好队友不好找啊。确实，前提是看你想不想拥有。呵呵，有时候人多了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觉得2个人就挺好的。简凡没有否认，确实人多未必就是好的。即便如秦文义聪明的人，你的橄榄枝人家未必会接，哪怕接了，也难免将来不会在脑力问题上与自己产生分歧。那还不如维持现状，起码能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虽然木心的做派他不喜欢，但作为一个刚成年的高中生，还伪装的唯唯诺诺的模样，很容易让人降低警惕。而猫仔虽然正常，但经验不足，再加上他自己有些病态的体型以及性格，他们3个加在一块，大概可以称之为老弱病残组织，欺骗性极强。把询问 NPC 的事交给郑觉明之后，秦文义转而与简凡攀谈起来。你那边怎么样？你并不是我的队友，跟你说不着。临时队友怎么样？可以，但要在确定你不是凶手之后。我应该不会傻到让自己成为凶手吧？对于秦文义的回答，简凡并不诧异，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逻辑是需要玩家找出凶手，但凶手并非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在游戏过程中通过玩家的行为来形成。这是他提醒过猫仔的。其次，他没有说的是，凶手同样有可能不是游戏玩家。我获取的信息目前不算多，但我会确保我的队友1个还是2个？2个，算是我方才对你怀疑的歉意。好的，同样我也会保证我的队友。2人会议，相互握了握手。简凡没想到的是，有朝一日竟也会与一个小屁孩合作。如果他能够早些遇到秦文义的话，或许不行。简凡很快就打消了心中念头，而一旁无所事事的林君若一直留意2人谈话，可他听是听了，愣是没明白，最后这2人突然握手，一副达成合作的模样，到底是达成了什么样的交易？于是打趣道：哟，你们这是背着我们偷偷接头呢？你们不会就是凶手和帮凶吧？姐姐在说什么呢？我只是觉得哥哥很厉害，拜托哥哥多多照顾我一下而已。我是这样的吗？2人瞥了一眼林君若，暗暗感叹，这孩子傻是真的傻，想要在这2位人精这里套话，门都没有。1个小时后，管家出现，带走了所有下人，而11名玩家则结伴往正厅走去。夏泽清和他2名男队友一起，依旧走在最前面，紧接着是徐田，孤身一人，面无表情，似乎也没有想要和其他人组合的意思。秦文义正在和陆京交代些什么，陆京频频点头。之后则是木心3人团队，郑觉明和林君若走在前头，木心则是跟在2人的身后，但又和2人保持了一些距离。秦维义和陆京暂时可以排除嫌疑了。你找到什么线索了？我跟他达成了暂时合作。你能确定他不是凶手？猫仔有些诧异，等简凡转过头来，有些神情莫名的看向他时，他立刻伸出手。行了，你闭嘴吧，我知道了。简凡噎了一下，他只是在思考要怎么和猫仔解释，有可能所有玩家都不是凶手这一点。但既然他不想听，自己也不是很想开口说那么多话。秦维义和陆京，你跟我可以排除4个，在目前我得到的线索里，可以再排除1个夏泽清，前提是 NPC 说的是真话的话。是真的。你确定？他书房开着门，来往人经过都能看见。又是在死者的人去请示之后，我可以肯定，这是他故意做出来证明自己清白的。那也并不能证明他一定清白吧？悬疑剧看过吗？制造不在场证明。那我问你，成为凶手对他有什么好处？这是他能选择的。你昨天去死者院子了？你没去？没去。OK， 是我傻好吧？猫仔已然明白简凡的意思，夏泽清没打算搅和进来，也有不在场证明，那就不可能是凶手。同理，简凡没去，估计秦文义也不会去，所以说来，真的是他太傻。但是如果所有人都不去，那谁是凶手？世界会自动合理化，可能结束，也可能是 NPC 杀的死者。我去，也就是说你早就猜到了，你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设定。如果我说我忘了，你会信吗？呵呵。抱歉，以前没有做过这种事，也没有这个必要，以后我尽量。好，那一言为定。那你觉得夏泽清和木星也提醒他们队友了吗？首先，他们不是会在乎队友死活的人；其次，并不是你说了，他们就一定会听。凶案发生那晚，
我一直没出去过，院内下人能为我作证。至于我这边的询问结果嘛，我准备晚点再说。那不如大家就先行坦白吧。可以，行，那就我先来吧。大哥，刚才你说你一直在自己的院子里，这一点我可以为你侧面证明。因为小翠跟我说，爹喊了大哥过去说生意的事，我对此不满，便去找爹理论。去了院子，确实没看见大哥，但是我看到了一个穿着和你一样衣服，但身高矮于爹的人。没错，出事那天，爹的确派了人去叫我，但因为我和爹刚因为生意上的事有过争吵，所以我没有过去。没想到你还会为我说话。实话实说而已。也就是说，当时你去的时候，伯伯还活着。那么故意伪装成大少爷的人是谁？没看到脸不知道，不过他应该不是凶手。我在看到两人谈话后，离开过院子一段时间，直到8点，再进去的时候，爹已经被人刺伤，应该就是那位疑似大哥的人干的。对了，爹额头上的伤是我砸的。说到这儿，猫仔深深呼了一口气，自己和简凡加上秦文义两人，如果能够争取到木心，那就有5张票，他未必就会被投成凶手，所以猫仔才准备冒险一次。我当时不知道在想什么，可能是恨，也可能是慌张。看到爹醒来，我就拿砚台砸了他一下，但我并不是凶手，因为那会爹还没有被阉割，而且最终的死亡现场也还没有布置成功，所以砸伤爹和刺伤爹的人都不是凶手。我希望砸伤爹的人可以直接站出来，我的证词可以确保你不是凶手。是我换了大少爷的衣服去见了公公，当时我和公公交谈时，确实有听到过外面传来动静，想来应该就是2少爷了吧。而公公也的确是我刺伤的，至于缘由，我想现在并不是重点。我刺伤公公之后，心中惶恐，便从后门离开，回了自己的住处。之后的事我便不知道了。徐田说完便安然坐下了，他必然是有隐瞒的，不过能说出这些也已经算是不错。林君若却在此时提出了相反意见。在徐田离开后，猫仔出现，砸伤了爹，随后猫仔离开，在这之后，徐田同样有可能折返，再次回到案发现场吧。唉，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尽管这是林君若率先发难徐田，但猫仔此刻的目光却是落在了木心身上。看来不止简凡意识到了徐田的不对劲，更善伪装的木心显然看得更明白一些。尽管有了猫仔的证词，徐田的嫌疑降低，可徐田仍旧可以折返案发现场，所以木心让林君若代替他开了口。徐田倒也没出现惊慌，不只是我，猫仔，包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在猫仔离开后出现在案发现场。哦豁，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呗。那倒也不是，至少我是有明确不在场证明的。还是那句话，先坦白说说凶案发生当晚都在哪里，做了什么，等坦白完之后再来分享方才得到的情报。这局面先坦白，或许能炸出一些他们在 NPC 口中没有获得的信息，但要是先分享情报，那么他们没有查出来的那些东西，很有可能就不会有人再提及。这我完全赞成啊，毕竟我已经给大家做了例子，不是？我也已经说完了。那我就更简单了，我那一晚都在自己的院子里，在书房里看书，看累了就回去休息。坦白，我没意见啊。俺也一样。此时已有6人同意，其余5人暂时没有表态。同意6票，少数服从多数。夏泽钦、猫仔和徐田都已经表过态了，那就从我开始吧。凶案发生当晚，我也留在自己的屋子里。当时我拉了一个下人陪我下了一晚的围棋，他可以替我作证。秦文一说完，猫仔不禁扯了下嘴角。好家伙，夏泽清还只是打开书房门，让来往下人都能瞧见，而这位直接是硬生生的制造出了一个不在场人证出来，牛逼！我也没出去，院子里的下人可以作证，我在院子锻炼了大半宿，累了才回房休息的。凶案发生当晚，陆京出门观察了周围的环境，途中他也遇到了一个 NPC， 他话里话外都是想要引陆京去死者的院子，但是陆京直接把他拐回了自己院子，陪他一起锻炼。你一个人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不要去案发现场，不要去案发现场，不要去案发现场，知道了吗？好的，我知道了。对了，要是真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你不管用什么办法，最好制造出一个不在场证明。好的，都听你的。陆京说完后，屋内暂时陷入了一阵沉寂，这2人的路数如出一辙。凶案发生当晚，我先去了大小姐的院子，看到了大小姐一人独自外出，疑似是王老爷所在的院子。确定大小姐的去向后，我就回了住处。没有不在场证人？没有。猫仔蔫了，他觉得自己需要改变一下思维来玩这个游戏了。聪明如夏泽清和秦文义这样的人都愿意多此一举来确保自己的清白，而简凡他是真的懒得找。或许在这批高智商玩家看来，没人会愿意冒险去选择让自己成为凶手。至于其他玩家会不会怀疑他，不重要，反正最终的领导说话权只会牢牢掌握在他们这一批人中，而他们也不可能将宝贵的一票放到试探同类人上。所以简凡很确定自己的安全。看来想要在死亡之境中活得更久些，不得不抛弃一些以往的认知，而死死的抱紧大腿也不失为一个妙计。嘿嘿。哦，这么说来，大小姐去过老爷的院子。我就是去爹的院子里看看，但是走到一半我就回去了，我最后没有进爹的院子，真的。有人证吗？没有。大小姐，如果你不是凶手，隐瞒对你来说可并没有什么好处啊。我说的是实话，我没有隐瞒，而且我也没有杀爹的理由。我说过，爹很宠我，我为什么要杀爹？我没有杀人动机。
行，下一个到谁？一直唯唯诺诺的木心，此刻才缓缓抬起了头。我也一直待在院子里的，和三少爷吵了一架之后，就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生闷气，没有从屋里离开过。院子里的下人应该能为我作证。是的，他莫名其妙的突然找我吵了一架，我还茫然着呢。那么在吵完架后呢？三少奶奶回了自己的屋子，那三少爷接下来在做什么？我能干嘛？不就待在自己院子里吗？是这样吗？是，至少我没有去过爹的院子。我不是杀害爹的凶手，虽然我对爹有些怨言，但我不至于狠到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手。秦文义低头笑笑没接话，在场11位玩家还有2人没有发言。那就我先来吧。凶案发生当晚，我去过老爷的院子，但那是在很早之前，至少与猫仔说的8点出事要早。老爷也还健在，而我作为账房，自然是与老爷谈的是家里金钱往来的一些事。谈完后，我出门办了一些事，等回来后就直接回了自己的院子。大概就是这样，我并没有杀老爷，而且我也没有杀人动机。郑觉明表现得有些紧张，但解释还算合理。最后就只剩下2老爷这个身份了。那天我去了大哥院子里找他，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和郑觉明说话，我就在外面等了会。后来有个 NP 丫鬟是有个丫鬟将我带到了偏厅，她说大哥让我先在那等着。之后我喝了一杯茶，好像就晕过去了。等再醒过来，已经在自己房间了。说到这，瑞卫竟还有些委屈。猫仔不禁弯了下嘴角，感情这位才是最惨的。他相信这个人没有说谎，毕竟大概也没有人会有他这个遭遇。说是晕过去了，他是直接被迷晕的，只是不知道迷晕他的人到底是谁。11位玩家的坦白过程就此结束，接下来就是信息分享了。夏泽清依旧是第一个开口的，他看向了猫仔。我从一个老妇人口中得知，2少爷确实在爹的门口偷听过，然后被他赶回去了。这一点，猫仔所说和我从老妇人口中查探到的一致。虽然后面说的没人能证明是真是假，但就除你能公平公正说出当时在屋里和爹说话的人不是我，这一次我信你。杀害爹的凶手应该另有其人。巧了，我这边查探到的线索也和你有关。夏泽清院子里的下人能够证明夏泽清的说辞，他有不在场证明。其次是徐田，丫鬟只看到他回了房间休息，但是并不能完全确定徐田在不在房间。不过徐田也已经承认自己当时假扮成大少爷去见了爹，不论后续，至少到这一点，徐田应该没有撒谎。没想到我们还能和平共处。我有大局观。夏泽清跳过了和猫仔这一段，转而望向了郑觉明。除了猫仔之外，我这边还有一个消息是关于郑觉明的。你因为赌钱在外头欠了一大笔钱，对吗？是我一时没管住手，欠了赌房一些钱，这个和凶案没有关系吧？说不准是财杀呢。你这个猜测毫无根据，你说是财杀，那我还能说是你恨老爷，对老爷下了杀手呢？可我有不在场证明，你有吗？你，郑觉明冷哼了一声，选择了保持沉默。好了，我这边目前得到的就是这2条线索了。除了猫仔所说之外，我这边还有一条关于2老爷的线索。有下人看到2老爷和老爷因为钱发生了争吵。猫仔有些意外，原来在需要简凡开口的时候，简凡也是能说上很长一段话的。啊，这我都直接昏过去了，我还能干啥？行啊，没人怀疑你。真的。夏泽清没在搭理，转而看向秦维义。秦维义，你们那边呢？3点，第一，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的感情不好，但三少奶奶刚嫁进来时，2人如胶似漆，直到有一天，2人突然吵了一架后，就开始彼此看不顺眼，并且一直分房住。分房住？那三少奶奶怎么怀孕？众人一致疑惑，而木心像是想到了什么，忽然脸色一白，竟有些微微颤抖。第2点，有人看到简大夫和大小姐私下有来往，似乎关系匪浅呢。此时简凡扫了秦维义一眼，这家伙说出来的线索怎么有些针对他们老弱病残组合？那第3点呢？秦维义看向陆京，脸上神情有些无奈，又仿佛在说傻孩子。第3点说你呢？4少爷，有人说看到你偷偷在外面买了一把匕首，还真是妙啊！在简凡和秦维义达成临时合作的情况下，秦维义得到的线索精准无疑的全打在了自家队友身上。我们这边倒是有一条关于秦维义的线索，有下人说看到过公公曾经私下责骂你，似乎是你偷了府上的东西，公公责令你限期内将东西还回去。天道好轮回，这把火还是烧到了秦维义自个身上。结合先前秦维义房间里找出来的东西，秦维义的嫌疑也很大。他很有可能是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当铺换了钱，然后被死者发现，死者让他限期内将东西还上，秦维义肯定还不上啊。这样一来，他有可能会心生怨恨，或者是死者也要报官威胁秦维义，导致秦维义对死者下了杀手。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在现实剧本杀中，秦维义这个角色也必然是需要多注意的。但现在嘛，猫仔压根不觉得秦维义会是凶手，秦维义似乎也不打算解释。是有这么回事。不过我虽然有胆子偷东西，可没胆子杀人。再说了，为财我也不至于去阉割老爷，或者搞出个什么太极图这么玄乎的东西来吧。谁知道呢？郑觉明冷不丁在此刻突然发声，让原本一直伪装的木心多瞟了一眼，但很快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低下头去。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第2轮讨论结束，目前还是无法确定凶手。管家再次出现，让众人回去休息。下一轮搜证会在午休后开始。一行人各自寻找伙伴离开，与来时未有太大差别，但木心似乎和郑觉明拉开了一些距离。他在有意提防郑觉明，因为考虑到木心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新队友，猫仔这才多注意了几分木心。思绪间，简凡主动出声喊了猫仔：“走吧。”哟，受宠若惊呀！
我在努力习惯。哈哈，可以的，继续保持啊。随后，两人结伴离开了正厅。简凡，你说凶手现在确定了吗？那你觉得会是谁呢？说说你的看法。排除法吧，夏泽清、秦维义、陆金以及木星这几个有不在场证明的先排除，再排除你和我，剩下就只有5个人了。那个二老爷，我觉得他应该没有说谎。至于徐天，我觉得他就是刺伤死者的人，是凶手的可能性相对降低。那剩下就只有林君若、郑觉明，还有抽到3少爷身份的那个谁了。这3人当中，应该有一个是阉割死者的人。但既然死者不是被刺死，也不是砸死，也应该不是因为阉割死的，那么死因到底是什么呢？下一轮搜证，我们或许可以再检查一下尸首。这个可以有。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阉割这种事比较像是女人能干出来的事，那么应该就是林君若做的。锁定他是阉割死者的人，那么凶手应该就是在最后2个人之中产生了。你觉得我这么分析对吗？不出意外的话。听完猫仔的分析，简凡嘴角不自觉地扬了一下。猫仔一听，心情也稍微轻松了起来。2选1这难度可就大大降低了呀。或许下一次搜证，他们便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线索。而且木心显然也已经开始怀疑郑觉明了。如果他能拿到进一步的证据，或许这个游戏世界他们马上就可以通关了。然而梦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要更残酷一些。在他们各自回到房间后，猫仔的眼前再次浮现了一行字。接上集，猫仔回到房间后，眼前再次浮现出一行字，紧接着那个代表猫仔的无脸人也再次出现。上次我是做出选择后才从参与者变成旁观者，没想到这次一开始就是旁观者，而且时间还是5年前，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所收获。此刻无脸男正在给自己心爱的姑娘写信，信的内容也被猫仔尽收于眼底，大致就是自己已经打算和爹提及2人的婚事，希望姑娘静候佳音。看到这，猫仔就知道问题出来了。我记得2少爷这个身份，可是到死者遇害后都还是光棍一枚，这其中定有什么蹊跷？无脸男写完信后，就在屋内焦急地等待，直到外头传来下人喊道：“二少爷，直少爷来了。”直少爷，难道是秦维义的那个角色？直少爷拿到信之后便转身离开了，随后场景便快速地跳转起来。直到2少爷拿到心上人的回信，满含期待的便去找死者谈论，却被先前见过的那个老妇人拦住了他。2少爷，老爷正在忙，请2少爷晚些时候再来。爹大概什么时候才能忙完？这个老奴不清楚，等老爷忙完，老奴会将2少爷来过的消息转告老爷的。2少爷有些无奈，恋恋不舍地折返离开。时间很快从下午跳到了当晚的9点，死者那边还是没动静，2少爷开始有些坐不住了。而需要猫仔做的第2个选择，赫然摆在了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死者忙到连见自家的儿子都没时间？这显然有些古怪。猫仔还是那句话，富贵险中求。而且几年前的事情，即便会影响剧本里的人物关系，但也不至于会直接让他变成凶手吧？去，现在就去。爹，你在吗？孩儿有事找您。叫了一阵门后，屋内依旧是一片安静。院内那个老妇人也不知去处，无脸男决定推门而入。进入屋内后，扫了一圈，死者确实不在屋里。奇怪，爹会去哪里了呢？说着，2少爷似乎准备离开，可走到一半时，他却突然停了下来，忽然转头盯着一面墙瞧去。猫仔随着视线望去，并未发现有什么奇怪的。然而剧本中的2少爷显然比猫仔更了解死者屋内的摆设，他敲了敲那堵墙。听这声音，居然是空心的。2少爷也愣住了，似乎没想到自己的猜想居然是真的。随后他在四周摸摸碰碰的，瞎猫碰上死耗子，那堵墙居然真的被他打开了。2少爷没有怎么迟疑，便走了进去，猫仔直直跟上。密道之后是一间密室，当2人进到密室之后，不只是无脸人，就连猫仔都被眼前场景吓懵了。密室中央放着一口棺材，周遭点满了白色蜡烛，显得格外的诡异。且在棺材的底下，居然是一个很大的太极图。随着视线往上，头顶也有一个黑红2色的太极图。不同的是，地下的红色部分是在流动的，而且隐约还能闻到一股血腥味。血腥味？难道这底下流动的是血不成？过了好一会，2少爷才朝着棺材走去。看到棺材里面的情况，2少爷再次一愣，不禁后退几步。棺材是开着的，里面躺着一具女尸，没有气息，而身体也早已泛凉，但却没有腐烂的征兆。猫仔也有些懵逼，不过很快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行小字：大小姐。难道这具女尸还和大小姐有关？猫仔有些想骂娘，这特喵不是一个狗血本吗？怎么突然之间变成恐怖本了？2少爷发懵之际，忽然外头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这才缓过神来，快速的环视四周，随后一头扎进棺材后面，希望来人不要四处走动，兴许可以躲过。看见来人是死者，猫仔并不意外，毕竟密室外就是他的书房。但接下来死者的话，才是让他真正的毛骨悚然。贤儿，你很快就能活过来了。我将我们的女儿养得很好，她会是你很好的身体。你回来后可不能嫌我老啊。女儿，身体？这老壁灯想要干什么？哎，都是我不好，生了一堆儿子，偏偏没有几个女儿。不过现在好了，我把他们养大了，等他们成了亲，总能生出女儿来，我很快就能凑够人救你了。死者的语气温情脉脉的，可话里的内容却让人毛骨悚然。猫仔已经快被眼前的发展给搞懵了，从狗血本转到恐怖本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带出玄幻色彩来。按照死者的意思，棺材里的女人是大小杰的亲娘，死者要复活她，让她在大小杰的身体内复活，而要让她复活的关键是要和死者有关的女儿或者孙女儿。这下面的不会就是他们的血吧？猫仔越想越觉得毛骨悚然，这老逼灯非但不是什么浪荡子，反而还是个痴情种，生了那么多种，就为了杀自己的种复活心上人。猫仔无言以对，这都什么离谱发展啊！
可这隐约又和先前的一些事情对上了。爹很宠我，我没有杀爹的理由。这他喵能不宠吗？你可是他未来爱人的身体啊！这或许也是二少爷为什么明明有心上人却没有成亲，这他喵根本就是不敢成亲啊！还有老三，那两口子估计也是知道这个复活计划，然而他们也根本拿死者没办法，所以才不敢要孩子的吧？从这条线索来看，老三两口子也有很大的杀人动机，他们知道了死者的秘密，所以在杀死死者后，再故意摆出这副太极图样，或许是想故意膈应死者吧。但木星不是凶手，他有不在场证明，所以三少爷的嫌疑目前最大。可是这和阉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种事怎么看都是女性才能做得出来吧？可林君若是大小姐啊，在不知道这些秘密的前提下，一个备受宠爱的大小姐，为什么要和自己的亲爹过不去呢？而且还把亲爹的命根子剪了。猫仔有些费解，而在他思索的这会，死者也已经结束了他的自言自语，离开了屋子。随后，二少爷站起身，来到密室出口，直到第二天早上，死者出了门，二少爷才借此机会离开了。回去之后，时间倒流并没有就此结束，不过之后的内容没有再一幕幕展现，而是通过文字部分呈现在了猫仔面前。这事之后，二少爷病了，在床上躺了整整1月，直到1月后他病好，再次托直少爷送了一封信，他彻底了结和自己心上人的可能，他不能将这些秘密说出去，他怕害了别人，只能伪装成自己是一个渣男，对心上人始乱终弃。直少爷似乎与那姑娘交情匪浅，因此是和二少爷彻底断了来往。二少爷无法光顾着伤心，他知道即便没有心上人，死者也一定会让他成亲，所以他开始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偏方，最后成功把自己整成了不育。不育，牛逼，够狠！二少爷看了不少大夫，都得出了无法生育这个结论之后，他去找了死者，死者也寻了不少大夫，得出都无法救治的时候，就彻底放弃了二少爷。原来这才是二少爷一直打光棍，死者却不管他的原因，好大的一个内情啊！猫仔叹为观止。至此，时间倒流也终于结束。猫仔坐在凳子上，整理着这一回冒险得来的信息，与他先前和简凡的分析结合，账房先生和三少爷这两个身份，谁是凶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已经是一目了然。也不知道简凡那边怎么样了，会不会有什么线索？简凡这边和猫仔一样，也是一个旁观者，不过简凡倒流的时间只是回到了1年前，对应简凡的无脸人似乎正在睡觉，而且经过简凡的一番观察，他很确定这里并不是死者的家里。这位爷，外头刚来了个人，说是让小的把这个东西交给您。是什么人？小的不知道，不过穿着好像是个道士。小的还有事忙，就不打扰爷了。无脸人目送伙计离开之后，低头看了眼手里的盒子，回了屋。思索过后，无脸人直接将盒子打开，里面赫然躺着一把匕首。看着这把匕首，简凡微微挑了一下眉。这把匕首居然来自一名道士。无脸人把匕首拿起来，直接就往桌面插了下去。跟简凡之前演示不同的是，这次的匕首不仅仅是缩了回去，同时还有一些汁水流了出来，跟鲜血一样非常逼真。这个发展倒是完全出乎了简凡的意料，但无脸人似乎并不诧异，将匕首轻轻放了回去。场景一转，无脸人就被背上药箱，成为了一名大夫，被死者请到了家中。第二天，无脸人在家里巧遇了大小姐。简凡挑了挑眉，看来铺垫了这一大堆，终于要进入正题了。画面中，大小姐正带着丫鬟在自家花园里闲逛，看似无波无澜的场景，简凡却收到了需要选择的提醒。简凡蹙了蹙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这个选择来看，他大概也能猜出，以他的这个身份，很有可能就是来故意接近大小姐的。但既然要他来选择，自然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情来。选择完毕后，眼前的场景便开始快速发生变化，直到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而接下来的剧情，则是以文字部分呈现。他的选择直接影响了他和大小姐的第一次相遇。大夫是在后来一次给大小姐检查身体时和大小姐认识的。大小姐的身体并不算差，但奇怪的是，死者却要求大夫每隔7日就给大小姐检查一下身体。哪怕再宠，也不至于一点点小病，死者都极为关注吧？这其中缘由应该不简单。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大夫和大小姐有了频繁的接触。大小姐被死者养得有些天真，和大夫接触久了之后，觉得大夫是一个温柔体贴又富有见识的人，渐渐就动了点其他心思。之后，大小姐开始主动对大夫示好，大夫起先还拒绝，并且有了想要辞去这份活的打算。不过最后似乎被大小姐感动，不止留了下来，大小姐的单向似乎也变成了双向奔赴。看完所有内容，时间倒流到此结束，简凡也大概有些明白大夫和大小姐之间的关系了。大夫显然是带着目的来的，而这个身份说是住家大夫，倒觉得更像是专门为大小姐请的。但目标若真是大小姐的话，会是出于什么缘由呢？简凡联想到玩具匕首、道士，以及后来他在书架上无意找出的一本书，陷入了沉思。这个本真的是一家人的恩怨情仇狗血本吗？午休过后 ，NPC 来通知他们可以回到正厅继续追查，而还没等走到正厅，简凡就被急急过来的猫仔拉到了一个角落。怎么有发现？是的，我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大事。看你这样，你不会又知道了吧？我是获得了一些信息，但目前还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发展。我们时间不多，你长话短说。问我尽量。
我在死者房间发现了。巴拉巴拉，不一会猫仔就将他这次冒险得到的信息全部给简凡说了一遍，听得简凡也瞪大了眼睛。原来如此，这才是大夫接近大小姐的原因。不管后面死者做什么，最后都需要大小姐这个关键在场，所以只要和大小姐搞好了关系，就更容易达成他来这里的目的。太变态了！你说他是被人骗了，还是这个背景真的能做到复活？能不能真的做到我不确定，但他应该不是被骗了。哦，你那边有线索？本来不明白，但听你这么一说，大概明白了。还记得那把匕首吗？是一个道士送我的，而我也是刻意接近大小姐的。道士、大小姐以及死者想要大小姐这个身体做容器，这一件事浮出水面，直接让猫仔嘴巴大张，硬生生的将一句脏话憋了回去。对了，我觉得老三那两口子可能也知道复活计划，所以才故意闹翻，不敢要孩子的。这样的话，三少爷的杀人动机更强一点，再加上我们先前的推测，凶手应该就是他了。走吧，过去再说。好。经过猫仔这么一分析，看得出来简凡也是很赞成这个猜测的。二人心情颇好的往正厅走去。就在这时，木心突然从一旁冲出来，拦住了两人。这是怎么了？三少爷死了。什么？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虽然是分居住，但两人还是在一个院子的。因为住得近，他也有接触其他人的打算，所以在午休结束可以回到正厅时，木心决定等三少爷的玩家。但他没有等到，而见对方一直没有动静的木心，就主动去了对方的屋子。我刚进来就看到了躺在地上已经死亡的三少爷玩家，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能说的都说了。说到最后，木心的声线竟带有一丝哭腔，双眼都要红了，眼泪汪汪的。当真是说来就来，猫仔看了都有点想要给木心竖个大拇指。人才都是人才，不去演戏可惜了。估计现实中是表演系的吧？大家都忙着找线索，除了凶手，估计也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去分出旁的心思给其他玩家。那就互换信息。是个不错的主意。他们午休得到的线索全部拼接起来，对于推测出凶手必然是有利的。但如今出了这档子变故，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了。而这时管家再次出现，正昭示着这一点。第3轮搜证即将开始。老奴已经检查过二老爷手中的钥匙，的确是家里的金库钥匙。少爷小姐们需要确认一下金库的情况吗？这次怎么分组？3、3、4分3组吧，我们就还是照旧。木星怎么样？接下来剩下7人也快速组完队，秦维义、陆京、林君若、郑觉明一队，夏泽清、徐田、钱信一队。爹的尸首是我和简凡检查的，我们想去看看是否还有什么遗落的，那边周边的情况也交给我们3个人好了。行，那我们去金库那边。秦维义主动选择去探查金库的情况，因为拥有金库钥匙的二老爷在夏泽清队中，所以他去复核时，夏泽清没意见，便留下负责检查三少爷的案发现场。任务分配完后，猫仔几人直奔死者院子，而过去路上，猫仔也没有浪费任何一点时间。木星，你那边有什么信息可以共享吗？我得到了一些线索，你很快就能看到，但是我希望你也能拿出点诚意来。木心突然止了步，视线在猫仔和简凡身上来回走了好几眼，这一次他没有再摆出害怕的神色。我的确怀了孕，孩子也的确是三少爷的。呵呵，我不仅知道这个孩子是三少爷的，我还知道三少爷和三少奶奶闹翻，只是在做戏。哦，那我和账房先生那些不可告人的关系呢？猫仔一脸问号，哇靠，怎么又回到家庭狗血伦理剧了？见猫仔面露无语，木心勾了勾嘴角，边走边说吧。三少奶奶和账房先生是青梅竹马，不过三少奶奶真爱是三少爷，但账房先生却一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小青梅是被人强取豪夺，所以在三少奶奶嫁过来之后，紧跟着就来这里做了账房先生，还一直努力的想要私下联系三少奶奶，想要带她私奔。说到这，木心感觉有些无语，明明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说的大概就是这个账房先生了。三少奶奶和三少爷的确是故意闹翻，不过究竟是为什么，我具体并不清楚，但应该是和孩子有关。而两人的假装闹翻，账房先生就更加……所以三少爷和账房先生之间，因为三少奶奶也算是有恩怨了。你怀疑郑觉明？最有可能的那个已经死了，接下来可不就是郑觉明了？只是账房先生有杀害三少爷的动机，但是他为什么要杀这家老爷？而且他又是如何得知太极图这些东西的呢？先去看看再说吧。你刚说的是太极图？这是我这次的收获。死者的屋里有一间密室。既然木心愿意跟他们分享信息，猫仔也不吝啬自己所得到的。其实猫仔也觉得自己的手气还不错，居然抽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去，死者居然要复活他，这真的能做到吗？其实我更好奇的是，这尸首是怎么保存的？一旁东张西望的简凡没有接二人的话，而是将视线落在了脚下的那一块极大的太极图上，突然发问：你说那些少爷小姐们的娘去了哪里呢？你不会是想说这些都是他们的血吧？照这个剧情发展，很大可能。查查棺材吧。搬吗？搬。
要想查棺材，就得动尸首。简凡和猫仔默契的一前一后来到棺材两旁，直接将尸首从棺材里搬了出来。可就在尸首被搬出棺材的一瞬间，原本还十分新鲜完好的尸体，突然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瞬间消散下去，没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具骨架。我去，这啥玩意？猫仔有些不敢动，不说别的，就说这个背景设定，他都有些担心，会不会突然就冒出一个鬼魂来，然后把他们所有玩家全部一网打尽。然而还在他胡思乱想之际，简凡早已直接上前，伸手从棺材里掏出了一本册子。见简凡平安无事，二人这才赶上前。这什么东西？身份还有复活的秘密。册子上写了女尸叫冯贤，还有她的八字，以及记录着她是在16年前出世的，因中毒命不久矣，生下大小姐之后就离世了。在后面写的是用女子血供养，可让灵魂不散，一直被禁锢在尸体之内，而后施法人需要用自己的心头血将灵魂从尸体中引出，放入另一具契合的身体内，再用施法人直系后代女子的血液温和新身体，直至唤醒灵魂，让灵魂和新身体完美融合。这种人死都是便宜了他。我有个疑问，他如果那么爱这个冯贤，那他为什么还和大少爷和二少爷的娘纠缠不清？有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应该冯贤还没有出世吧？这很难理解吗？其实就是一个渣男，等人死了，再自以为付出些什么，就好像是个痴情种，恶心。猫仔听着木心的语气，默默地闭了嘴。这里应该没有其他的线索了，走吧。这些东西固然可怕，但是目前可并不能直接对凶手有什么指向性吧？所以呢？我可以加入你们，但是我有个条件。你可以说说看。加入你们意味着我要放弃先前所拉拢经营的关系圈，你们需要给我做一些补偿，或者说你们得摆出些诚意来。你想要什么？可以直说。我要这个世界的积分。这个世界的积分，他要的自然不是通关的500分，而是要成为那个破局人，得到额外的那些附加分。简凡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看向了猫仔。我没意见。可以。那就希望接下来我们能够合作愉快了。所以你确定郑觉明是凶手了？你猜到了。你之前就已经在提防郑觉明，而此刻又主动再次提起合作的话题，除了我们是个好选择之外，也是因为你原本的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吧？木心有些诧异，简凡能猜到并不奇怪，可是在知道的情况下还愿意同意他的要求，木心这下是真的感受到他们的诚意了。看来这次我的运气真的不错，还是边走边说。还是你走中间。谢谢。郑觉明的性格我了解，他这个人有点小聪明，但是在这种游戏中还是不够用。以往都是我说什么他才会去做什么，或许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但很少主动。这么说猫仔就明白了，为什么之前郑觉明一旦主动的时候，木心就会产生异样，原来是这样。一开始我并不能确定，所以我又多观察了一下，直到三少爷这个身份死亡，我才锁定了他。对了，在时间倒回在凶案发生那一晚后，林君若找过我，阉割死者的的确就是大小姐。林君若很依赖你。他只能依赖我，或者说，我有些刻意培养出他对我的依赖性，只有这样，他才会遇到什么事不敢有隐瞒。那他为什么要阉割死者？大概是爱情大于天吧。此话一出，猫仔就懂了，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走在最前头的简凡。因为我们的简凡大夫。严谨点。死者遇害那天，林君若选择去了死者的院子，等他去的时候，死者坐在椅子上，匕首、额头的伤口都已经存在，然后大小姐拔出了死者胸口的匕首，阉割掉了死者。他用的是死者胸口的匕首。他阉割了死者之后，那把匕首呢？林君若看到的是大小姐阉割完后没顾得上匕首，用包裤裹着那东西就走了。至于那东西去了哪，他就不知道了。他房间里也没找到。他应该是送给了大夫。我在房间里找到过一条带血的包裤。对了，你怎么就确定是因为爱情呢？这就要说到前不久的第2次时间倒流了。林君若看到的时候，大小姐和大夫之间已经有了很深厚的感情，可突然有一天，大夫却突然和她拉开了距离，似乎要跟她一刀两断的样子。但大小姐却开始频繁地缠着大夫，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大夫私下在和一个年轻女人接触，她找上了那个女人，质问那个女人，而后从女人口中知晓了一件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他是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因为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兄长。听到这的时候，猫仔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了。当你以为他是狗血本的时候，他是恐怖本；而当你以为他是恐怖本的时候，他又变成了狗血本。需要林君若做选择的就是是否相信这个女人的话，他选择了相信。不得不说，这林君若可真够信任木星的。才刚刚发生的事，在死了三少爷的情况下，居然还不忘把自己的信息分享给木星，所以这个女人是在骗大小姐。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大小姐大概就是觉得自己亲爹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导致自己没了爱情，所以厌恶死者。但她并没有恨到想让死者死，所以直接阉割了自己的亲爹，最后还把这东西送给了大夫。呵呵，她可真是个人才。
其实我挺好奇大夫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应该是来阻止这个复活计划的。或许还有一点，他大概是希望大小姐能够阻止死者，让他不要再祸害其他姑娘。母亲立刻明白过来，戴夫想要的结果无非就是离间大小姐和死者之间的感情。事情到这里，大概的故事背景已经很清楚了。话题再次回到了正题上。以我对林君若的了解，他说的是真话，他不是凶手。那么剩下2个人，3少爷的玩家又已经死亡，结果已经摆在眼前。虽然知道凶手是谁，但我们这样分析的逻辑，我不知道死亡之境会不会认同。每一条线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你想说什么？认定了凶手是郑觉明，那么就从账房先生这一点上去想，凶手用了太极图，必然也知道死者的秘密。那么他是从何得知死者的秘密？再联系上他和3少奶奶之间的关系，难道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你觉得是账房先生发现了死者的秘密之后，告诉了3少奶奶？确实，从目前的人物关系链来说，3少奶奶不可能告诉账房先生，那么只能是他告诉3少奶奶了，而后3少奶奶再告知3少爷，随后2人才开始演戏。是的，如果因为这个原因，那么账房先生在3少奶奶表态后，还想要带3少奶奶离开的理由不就更充分了？所以他并不是觉得3少奶奶不爱3少爷，他只是想要救自己的心上人而已。可他欠的赌债呢？这一点难道就没有关联？先检查一下尸体吧。简凡打断了这个话题，母亲也没有追问，他们已经很接近真相了，但还有一些疑惑，需要更多的线索来解开。先检查一下尸体吧。虽然尸首他们已经检查过，但玩家毕竟不是法医，不可能从伤口细微处看出到底是一击毙命还是插了2刀。好在游戏世界没有那么丧心病狂，在简凡拔掉匕首之后，死者胸前的伤口很明显的呈现出了2个伤口拼接的痕迹。或许他是想要嫁祸。身为一个剧本杀老玩家，猫仔这个时候终于可以展现他的推断能力。木星和简凡都看向了他。因为某位玩家的不作为，我们失去了很重要的一条线索链。虽然2小姐不可能是凶手，但她的存在必然也存在凶案相关性，并且因为她是直接被世界抹杀，所以在剧本中她应该并没有死亡。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她不是因为言论触发的死亡设定，她是不是就成了我们最先怀疑的对象？凶手这么做就是为了把锅推到2小姐身上，而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2小姐，这一点大概就只有凶手以及2小姐可能会知道了。走吧，我们还需要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秦维义那边说不定会有发现。此时，秦维义一行人已经用2老爷手中的钥匙进入了金库。死者怎么可能会把金库钥匙交给2老爷？这明显有问题啊！呵呵，谁不得有点问题？爱信不信，随便你们，找不出凶手，大家都玩完。说着，郑觉明就往里走去，林君若跟在身后。秦维义给陆京使了个眼色，陆京会议立刻跟了上去。秦维义同样在怀疑郑觉明。凶案发生那晚，他留在了院子，虽然避开了成为凶手的可能，但也失去了线索。而第2次的时间倒流，他也搭上了倒是这条线。起因是2少爷与心上人闹掰了，姑娘接受不了论资病法，姑娘是因为直少爷才与2少爷搭上线的。直少爷觉得有愧于姑娘，一直在偷偷接济姑娘。可即便使用着珍贵的药材，但也只是吊着条命，依旧没有好转的迹象。直到有一天，直少爷听说有位道士可以治病，从阎王爷手中抢人的传闻。这个时候便是要秦维义做出选择了。秦维义选择了前者，这才与道士搭上了线。秦维义从道士口中听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可能：的确有救人的法子，不只能救他，还能救死人，但牺牲极大，需要施救人的心头血，还有子嗣后代中女子之血。嗨，我与你说这些做什么？这根本就是拿几人性命换一命。道士留下这些话就离开了，而后秦维义看到的便是文字部分了。直少爷思来想去，最后将姑娘将死的消息告知了2少爷。言论间也提到了道士的话，直少爷说者无心，2少爷却突然面色惨白，他的异样立刻引起了直少爷的怀疑。2少爷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直少爷却开始暗中追查。时间倒流就此结束，直少爷有没有查出来，秦维义就不知道了。而这个本的表面虽是家里长短的狗血剧情，但实际上恐怕道士口中的这个复活术才是最重要的。大胆的做个猜测，假设死者是想要复活一个人，而2少爷已经察觉，所以才故意和心上人决裂，又一直不肯成亲。直少爷这个角色也是，估计也查出了些蛛丝马迹，他因愧疚姑娘的死，同样有杀人动机。这一切都和太极图、复活术有关，每个人每条线必定有一条能够和隐藏在狗血本后的真实剧情联系上。那么郑学明作为一个账房先生，怎样才会和这一点串联上呢？凶手已经锁定，可具体的内情，秦维义同样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结论。这里好像没什么奇怪的。君若，你有发现吗？没有。你那边有发现吗？目前还没有。没有，那我们换个地。你今天似乎格外的主动呢。啊，主动一点不是应该的吗？毕竟在这种地方，谁也靠不住，能相信的只有自己，不是吗？秦维义没有反驳郑觉明的话，虽说是要靠自己没错，但郑觉明先前的所作所为可不是这样。而如今郑觉明的格外主动，无疑证明了秦维义此刻心中的猜想，只是缺少了证据。金库直到第3轮才开放，不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到此一游。如果你觉得这里没有线索的话，你可以先离开，我要上2楼看看。
不了不了，我们还是一块吧。怎么了？这些金子有问题吗？没，你觉得这几箱金子怎么样？看起来很豪。秦维义笑了笑，不做言语。郑觉明此刻注意到了这边，面色一变，但还尽可能的强作镇定，走了过来。怎么，有发现吗？没有，看来是我推测失误了。我们换个地方吧。郑觉明蹙了蹙眉，不知为何，秦维义方才的反应让他心里有些紧张。觉明，愣着做什么？走了。哦，来了来了。我先来吧。三少爷的死因是吞金，金库那边有发现吗？有，金库的金子少了。刚刚明明说没有发现的，现在又有了。陆京微微诧异，但很快恢复淡然。无论秦维义说什么，他都不觉得奇怪，反倒是林君若这憨憨跳了出来。你怎么知道金子少了？刚刚不是？很简单，那几箱都是装满了金子，但唯独有一箱却恰好比另外几箱要少那么大概1层20来块的样子。这应该不是少这些凑满1整箱，而是凶手拿走了这些金子。那看来是凶手拿走了金子，其中一块用在了三少爷身上。三少爷是死在自己的院子，那么凶手为什么会带着金子出现在三少爷的院子里呢？猫仔余光轻轻扫了木心一眼，凶手已经假定是郑觉明，那么账房先生在偷了金库的金块后，应该是去找三少奶奶，想要带三少奶奶离开，很有可能在途中遇上了三少爷，三少爷自然要阻止，凶手索性杀掉了三少爷。这个逻辑是通的，但是还不够。你们那边呢？简凡直接将那本复活册子递了出去。等众人看完，秦维义率先发问：冯贤是谁？大小姐的生母。爹的卧室里有一间密室，里面就放着冯贤的尸体。他想要复活冯贤，牛逼啊！秦维义先是震惊，随后又释然了，这一切都对应上了。猫仔正在观察众人的神情，陆京完全没有接触到这些内容，听到这些时也是一脸震惊。夏泽清虽然淡定，但同样也抽了抽嘴角，有些无语。林君若则是一脸茫然，倒是这个二老爷玩家面色同样淡定，似乎已经知晓了这些。而徐田也稍稍诧异了一瞬，很快恢复平静，估计也得到了一些线索。最重要的是郑觉明表现得并不震惊，相反他似乎一直有些心不在焉的。猫仔承认在智商上自己比不上简凡、秦维义这些人，但在揣摩人心上他对自己还是十分有信心。他敢说郑觉明这个反应问题很大，可这还是无法说明为什么账房先生会知晓这个秘密。猫仔开始思索他们到现在得到的线索。二少爷房间里的东西，毒药应该是他想要毒死死者，而染红的绣花鞋或许是他生母或者心上人的东西。简凡屋里的匕首是来自道士，和复活术有牵连。带血包裤是大小姐送的，二小姐屋内的应该是凶手故意用来陷害的，而其他人房间里的东西似乎也只是为了凸显出个人的嫌疑。那么还有什么是遗漏的呢？那个奇怪的账本。账本。简凡一顿，显然接二连三的线索，倒也让他忽略了一开始就找到的东西。实在是这账本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渐渐的就被人忽略掉了。猫仔翻开看了大半本之后，除了第一条之外，还找出了几条奇怪的内容，比如7年前大米开销700两，6年前有2次大米开销各800两，之后就是5年前依旧是大米购入1000两，之后时间转到4年前却变成了算盘。大米还好说一些，这算盘是什么情况？莫不是金算盘不成？而且就算是真的，也不用这么频繁吧？这笔钱肯定另有用途，贿赂人或者什么。但在这个背景下，肯定不是死者去贿赂什么高官。那么既然怀疑凶手是郑觉明，其对应身份是账房先生。账房先生，算盘等于账房先生。猫仔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这么一个等式，大米是一个代号，算盘也是。猫仔不关心大米是谁，他就好奇死者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钱。账房先生为什么会知道死者的秘密？他是从何得知？是账房先生发现了死者的秘密后威胁死者吗？不，显然不是。以死者能够牺牲后代去复活人的手段，若真有人以这件事去威胁他，他恐怕会直接杀了账房先生。所以答案似乎呼之欲出，猫仔猛地合上了账本。三少奶奶，你和三少爷成亲多久了？在6年前。那账房先生来到这里的时间呢？成亲后半年，应该算是5年前。你和三少爷闹翻是什么时候的事？应该是在2年前吧。对了，对得上了。账本上第一次给算盘的开销是在4年前，账房先生不可能一来就立马和死者有了关联，而1年时间足够让死者和账房先生初步建立联系，但此时死者并不可能完全信任，直到再过了2年。木心，你来一下。说着，猫仔领着木心到了一旁说事，众人都将视线落在了他们身上，有人紧张，有人坦然，有人还在避讳。秦维义则是一下子就松懈了下来，笑着说：看来还得和你们继续打交道呢。猫仔将账本交给了木心以及他的所有猜测。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的新搭档。能投票了。公公身上一共有3道伤口，第1道是大少奶奶刺伤，第2道是二少爷用砚台砸伤，而第3道是大小姐用刺伤公公的匕首阉割了公公。做完这些事之后，他带走了包库，匕首当时还留在现场，但是并没有插在公公胸口。前面2点之前猫仔和徐田都已经说过，第3点林君若可以证明是阉割这个事确实是我做的。
杀害公公的不是大少奶奶，不是二少爷，更不是大小姐，而是最后将匕首重新插入公公胸口的人。而这个人同样布置了最后的案发现场。太极图可以和复活术联系在一起，而在放着冯贤尸体的地方，顶上和地下都有太极图，所以我合理推测，凶手必然知晓复活术这一点。我和三少爷的闹翻是假装的，我怀的孩子也是三少爷的，联合复活术，的确，我和三少爷是知晓复活术的。但是三少爷已经死亡，我有不在场证明，所以凶手不可能是我们两个之一。大少爷、直少爷、四少爷有不在场证明，排除以上，最后的嫌疑只剩下了3个人：大夫、账房先生、二老爷。而账本上有几处很奇怪的地方，算盘应该是只带一个人，那么账房先生是最为合理的。公公为什么会给他钱，以及账房先生的赌债？还有，我需要说明一点，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三少爷的，而我和账房先生是青梅竹马，所以事情已经很清楚。公公让账房先生办事，但他并不放心，所以设了一个局，让账房先生患上毒瘾，欠下巨债，从而为了钱能一直为他所用。账房先生在彻底被公公信任后，从公公处获知了复活术，他本来就是为了我才来这里，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很快就告诉了我，所以我和三少爷假意闹翻，他想要带我离开，在被我拒绝后，他杀害了公公，之后拿了金库的金子，想要带我离开，但被三少爷阻拦，最后杀死了三少爷。凶手就是账房先生。木心说完，林君若是在场唯一一个震惊的人，不敢置信地看向郑觉明。凶手真的是你？怎么可能？他说的也只是猜测而已。他说大少奶奶那些人不是凶手就不是凶手，而且戴夫还有二老爷，不都也有嫌疑吗？凭什么说是我？多说无益，我觉得可以投票了，你们觉得呢？不，真的不是我，我知道了，他木星才是凶手，你们投他，你们相信我。郑觉明激动地站起来，冲大家喊着，但依旧没有人搭理他。管家再次出现。少爷小姐们已经确定了凶手吗？如果已经确定，大家可以告诉老奴心目中的凶手是谁。我投郑觉明。跟票，俺也一样。跟真的确定了吗？一旦送往官府，就无法再更改。如果送错了人，少爷小姐们也会因此担上污蔑的罪名哦。没有任何人想要更改。郑觉明似乎知晓已经无力更改，转头怒狠狠地望向木星。木星，你个臭婊子，我干了你！古宅惊魂剧本杀副本已完成，积分加500，当前积分1800分。世界结束之后，他们都收到了死亡之境发来的一条讯息，还原了整个剧本杀剧情，大致和木心说出来的一样。走吧，回去休息吧。行，你先回去吧，我再看看。简凡没有再说，直接选择了一间房间开始休息。不一会，这个空间只剩下了4个人。徐田看了他们一眼后没吭声，也走到了一间门前，随后消失在了原地。君若，我有话和你说。我们要不要单独去谈？不用，猫仔是我的新搭档。你拉了猫仔？不对，他和简凡不是一块的吗？难道我们要和他们2个人组队？是我，不是我们。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想要我加入他们，我答应了，但是他们并不想接受你，所以你就因为他们要抛弃我了？木心，你太过分了！我们一块经历了那么多世界，你现在说丢就把我丢开了。唉，看在过去的情分，在之后的世界里，我可以帮你一次，这是我唯一能够为你做的。帮我一次，木心，你是不是忘了之前我是怎么帮你的？你现在找到更好的队友了，你就想踢开我了？你做吗？所以呢，你能怎么做？我对你没有义务。之前你是帮了我，可我也带你通关了呀。林君若，我们无非是各取所需而已。我愿意再给你一个承诺，是因为我讲旧情，不是我真的对不起你。这里是死亡之境，刀子就悬在我们头上，想要活下去，只能依靠自己。林君若，你该清醒了。林君若愣在原地，目瞪口呆。猫仔是同情林君若的，但是在死亡之境，同情是最没有用的东西，谁也不想拿自己的命去赌。林君若像是做了某种决定，朝着夏泽清的房间直直走去。